Hello 啊！今天这个又是非常准时的一天啊，非常准时的一天，我们又在这个美丽的两个平台啊相遇了。Hello 啊！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我们今年欧洲德比啊，举世瞩目的一场比赛啊！就我们小区里边都有很多人关注这场球，我们小区里边就是皇马跟拜仁。啊，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到一哥们穿了皇马球迷，然后对那哥们说，对吧？皇马是冠军啊。另外一哥们穿了个拜仁球迷，上去要吹他啊。两人反正要的蛮惨的啊。反正我在旁边就看着我就微微一笑吧，开玩笑兄弟们啊，纯属虚构啊，开玩笑的，玩笑话啊，假的啊，假的。今天晚上就来到了啊，今天晚上就有这个有热闹看了啊，咱今天。2点45会开播。你们小区也是，我也纯属虚构是吧？点赞兄弟们，一人5一个赞啊，一人5一个赞啊！哎，今天这个比赛，说实话啊，现如今市场上的风声好像对拜仁比较看好嘛，是吧？啊，我最近反正我刷到这几个视频，几个评论员好像都是觉得拜仁晋级的概率大一些，是吧？啊，拜仁晋级的概率大一些啊。我看到了几个视频啊，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啊，我还是看好先客后主，因为你从欧冠半决赛就能看，欧冠8进4看得出来啊，先客后主的球队是真有优势。欧冠半决赛啊，4场球。2个队晋级，2个队没晋级，是吧？这个先客后主的啊。那么其实没晋级的球队对吧？你像巴萨是属于是特殊原因，你没办法预测的。其实曼城呢，不能说输给了皇马，曼城常规时间打平，对吧？点球输了，而且皇马赢得很艰难。那么你看剩下的先客后主，你比如说马竞输多特在主场那是翻盘，对吧？你包括这个拜仁打阿森纳，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先客后主还是占点优势的啊。从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先打客场啊，在如今的欧冠规则下，晋级的概率要加个半成啊，那么这场球呢，个人推测比较无聊啊，我感觉除非进球进得很早，要不然我估计挺无聊的。我感觉呢，拜仁呢会很谨慎，对吧？甚至可能左边路格雷罗加马德拉维，然后呢，皇马呢也会很谨慎，因为他毕竟是客场。2个队呢对蹲蹲个70-80分钟啊，如果是开场进球了就不好讲了，如果开场没进球是吧？那这个比赛说不定就非常无聊就过去了啊，下一个啊，埃姆总说你呢，今晚拜仁大战皇马，我支持谁？干攀皇马。皇马现如今就是这2个队呢，有一说一啊，这个皇马跟拜仁看谁主场踢得好，谁就能赢，对吧？如果说拜仁在安联，对吧，有2个球领先，那么去到伯纳乌，他的机会肯定大，连1个球去到伯纳乌都不一定好使，是吧？所以说呢，在主场能赢。那如果说拜仁在主场没赢，去伯纳乌了，那说实话，他的晋级的概率肯定进一步降低。如果输球了去伯纳乌了，那他基本上现在可以全部拜拜了啊。所以说呢，第一场比赛。就是这场欧冠的欧洲德比，谁在主场发挥好啊，谁晋级的概率就更大啊，这个是现在基本上是大家一个共识啊。那么巴黎跟多特呢，那边倒不知道2码事儿。巴黎我觉得赢多特应该没问题啊，我感觉啊，我今年是看好巴黎夺冠的啊，就是也不是看好巴黎夺冠吧，他有夺冠的机会，说了很多遍了啊，在下窗的时候我就反复强调过这个事儿，我说我觉得巴黎今年有机会能拿冠军，对吧？我觉得他的转会窗做的特别好。当时转会窗欧洲评级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时的转会窗这个欧洲评级，我给巴黎是最高分满分，然后我给的最低分是皇马所以说这玩意儿这2队都进4强了，还有可能相遇欧冠决赛，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当时我给的这个就是欧冠，当时下窗这个转会窗这个叫做这个转会窗评级是吧？但是巴黎市场买挺骚的，他买的人他基本上不用啊，买人基本上不用。今年应该挺有意思今年。
下一个啊，故意奶巴黎，我就觉得这就是你们这帮人已经有点魔怔了，知道吧？啊，为什么魔怔呢？就是根本我说我不看好你吧，你说我看不起你，是吧？有没有啊？有没有？你们魔怔啊？就我说我不看好你吧，对吧？你说那看不起我们，比如说曼城跟皇马，是吧？我说我看好曼城啊，现在还有人追着我咬呢，说我看不起皇马。对吧？说我看不起皇马啊，追着我咬，那顶个这个皇马标啊，评论区追着咬啊，私信追着骂，是吧？啊，还有这个阿森纳球迷说我看不起阿森纳啊，都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欧冠的时候，我看好拜仁，不看好阿森纳，我看好这个曼城，不看好皇马，是吧？说我他妈看不起你们，我操！我他妈一说，我说你们这个队，我觉得今年我更看好你们的时候呢，又来一句我在故意在奶你们，是吧？我就是相当于我看好你呢，我是奶；我不看好你呢，我是看不起。你们立于不败之地，立体防御。怎么着都得喷我呗！你下次直接起手式都别摆了，好吧？你直接开喷，你上来就三字经，我接着，行吗？你上来就是王楚奇，是吧？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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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三字经，我接着，你不要再起手式，这起手式不需要了，上来就喷就行了啊！上来让喷就完了啊！我都接受啊，接受啊！下一个下一个，凯文送300电池啊！凯文送300电池。为什么曼城球员庆祝只会上勾拳？我身为其处，想知道当年的庆祝动作有什么？评价英超工资帽。我的当年的庆祝姿势很厉害的，但是在这个里边都没法做啊，就类似于这是我的头啊，我会这样啊，知道吧？啊，就是属于是见血封喉那种意思啊。然后还有什么扫射啊什么的，我的庆祝姿势玩的蛮滑的啊，因为这个我是一个比较有想象力的球员，对吧？然后那么曼城球员庆祝只会上勾拳，是因为都是乖宝宝吧？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可能是你们这个球队的领袖啊，或者说等等的，他们呢领袖会渲染到其他球员，你看多库不挺会庆祝的吗？而且可能这种类似于像内马尔这样的球员变少了，建议多买几个啊，得买几个像内马尔这样会庆祝的啊，什么内马尔啊，对吧？啊，安东尼啊，这庆祝姿势都很帅气啊，对吧？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你买过去的话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评价英超工资帽。工资帽的话，目前为止我个人是不希望有的。还是那句话啊，因为作为球迷的话，我考虑小球队，他们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作为远东球迷啊，当然了，如果你的立场是小球队上面，你比如说，但是呢，我还那句话，每个人不同立场，这种事情是没对错的，因为呢，因为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就肯定有一部分人失去利益啊，这个是永恒的啊，就是当我左手获利，那么右手必定是要失去一些利益。对吧？当我使用右手吃饭，那我左手只能闲着，只能擤鼻涕。当我用左手吃饭的时候，我右手就可以擤鼻涕。那你谁干脏活，谁干好活呢？这肯定是，他这个立场上就决定对错嘛。这个都是没有本质上没有对错的。那么英超工资帽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肯定是利好小球队的现在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它是相当于你这个军备竞赛进一步的给你化解啊，就是说你让每个球队的实力可能更加平均啊，但是。作为一个豪门球迷，或者说作为一个有钱球队的球迷，作为一个想看英超更加精彩的球迷，那我肯定是希望，对吧？豪门都军备竞赛啊，豪门都夸买人，都是上金元足球。对，我很希望天天看到姆巴佩对哈兰德，我很希望天天看到 C 罗对梅西，我很希望天天对吧？卡卡对劳内啊，我特别希望看到什么罗德里对这个赖斯啊，这种级别的对抗，作为一个球迷来讲啊，可能会更喜欢一些。但是现在呢，这个英超工资帽一出呢，它肯定会限制你的投入。它限制你的投入呢，一旦你没有高工资，那你吸引球员的方式可能就只能用冠军，或者说用我的这个稳定或者说你只能去一个中下游球队啊。那么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超级豪门的这个球员扎堆就比较困难啊。有一说一，我觉得对于曼联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曼联现在第一没成绩，第二工资又高，是吧？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短时间之内很难复兴，因为你坑太大，你不能像以往一样大手笔进行引援。但是现在工资帽还没完全出来，假设工资帽里边可以交奢侈税，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对吧？比如说我这工资帽，我这个他现在是年收入的5倍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年利润5倍，对吧？不能超过年利润5倍。那么我超出的部分我交税，交30%交40%税，我有钱我就砸你曼城、切尔西这样的，是吧？我一年就交这个我无所谓，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倒是还可以，就老板有钱就砸呗，老板有钱就砸呗，但是如果说纯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设置帽子，然后把这个薪资定下来，谁都不允许超标，那么我觉得对英超这种繁荣没什么好处。
下一个啊，刘卡特送你呢。阿森纳下窗买主力中锋中场，哈弗茨咋办？阿森纳下窗买主力中锋中场，哈弗茨咋办？阿森纳下窗买主力中锋中场，哈弗茨咋办？哈弗茨位置多了呀。你阿森纳下窗买个中锋，你也不是说买一个核心中锋，你是买一个轮换中锋啊。比如说买个哲克莱什，比如说买个索兰克、伊万托尼，对吧？你也是轮换呀。那当你有中锋的时候呢，哈弗茨就撤到8，没中锋哈弗茨顶到9，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呀。对吧？托马斯帕蒂跟赖斯也可以轮流上嘛，两人一起上，打强队两人一起上，打弱队嘛轮流上，或者赖斯推8，托马斯帕蒂上来啊，哈弗茨休息，哈弗茨不休息，托马斯帕蒂赖斯上来，托马斯帕蒂休息，这不完事儿了吗？还能怕人少吗？对吧？你是一个轮换啊，是一个轮换。刚才我看有个弹幕说这个阿森纳要是赢了曼联，岂能道歉吗？我给你道锤子歉啊，是吧？这个足球世界，每一个人都有立场和主队。我觉得曼联不仅打赢你阿森纳，还能赢曼城。我个人理解，阿森纳跟曼城，你们两个队合并都踢不过我，怎么了？我为什么给你道歉？输就输就是了，输了你们裁判队，我都想好了，输就是你们英足总保送，对吧？想要一个新冠军嘛，英足总保送啊，保送。哎，真是搞笑了，真是。哎，你看，你说我向考文日道歉，黑少说的，场子里面我就问你啊，你加布里埃尔那个立正。那个越位，那个数，那个感觉，跟考文锤跟曼联那个不是一样吗？为什么我要向考文锤道歉，你不向曼联道歉？为什么我们是黑哨，你不是黑哨？哎，你告诉我，对吧？这么简单，我们就现在我就问问你啊，老兄弟了，我就问问你，对吧？为什么考文锤跟曼联那个球，他的越位是黑哨？为什么你加布里埃尔那个立正跳远不是立正跳远？立正造犯规，那就不是黑哨呢，对吧？啊，瞎讲。下一个，第1支青色面池，赢球挨个拥抱，输球球员通道，懂不懂？我沾是不愿薛宾博夺主，把舞台让给年轻人啊，伟大。赢球挨个拥抱，输球球员通道，懂不懂？我沾是不愿薛宾夺主，把舞台让给年轻人啊，伟大。今天老詹其实还行啊，我看了啊。说实话，我肯定不是我算是半个詹迷啊，我是半个詹迷，半个科迷啊，但是我是威少球迷，但是我这个人评球一般如此。我看篮球的，我觉得威少确实打得臭，但老詹今天打的真可以，老詹主要是没欧文，如果是给老詹配个欧文，感觉今天赢。最后时刻没人得分，靠他一个人往里凿得进去吗？我得累死啊！能不能为自由受伤啊？今天还可以啊，今天还可以啊，有一说一是这样的啊，今天还行的啊，今天还行。今天老詹打得还行了，今天真还可以，关键时刻还是有得分的啊！这浓眉肩伤了，没办法啊。顾着他从这边电池起，曼联要买阿劳霍，你开心吗？曼联如果买到阿劳霍，后防线5年之内、10年之内、8年之内没任何问题啊！后防线8年之内不可能有任何问题。阿劳霍一己之力就可以改变曼联8年的后防羸弱的状态，为什么啊？这个球员太硬了，他的速度太好了，回追太好了。还有一个不错的弹跳和头球，昨天助攻，昨天先送1点，那个点球送的就是给哈维看的，告诉哈维你敢卖我就敢演你，对吧？随后再证明自己的能力，在禁区里，对吧？给莱万喂了一超级大饼，头球助攻啊，铁血拉满。这种球员我说实话啊，把他放到现如今曼联跟马奎尔搭档绝对是完美互补。为什么呢？他有马奎尔没有的速度，同时还有着这个利马没有的身高，对吧？这种中后卫放如今的曼彻斯特联来讲，我觉得啊，在英超竞争11位基本上是没毛病啊。范戴克一走，下一个就是阿劳霍，甚至范戴克不走，估计也是阿劳霍，因为范戴克老了嘛啊。但是现在有机会去曼联。现在的话，据说是曼联只要报价8000万以上，阿劳霍就会来，因为呢，巴萨不愿给他出工资，觉得他工资太高，不愿给他续约，他对他自己现在的工资不满意。巴萨又没有财政啊，不可能为了这个他去破例啊，或者去贷款给他发工资，所以说他现在还是真有机会能来到这个现如今的曼联的，有机会啊，8000万左右吧。袁绍，其麦尼昂什么水平？出球水平怎么样？为啥高价？麦尼昂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守门员啊，等各方面都不错啊，很全能。麦尼昂主要是相对来讲，他有一种领袖气质，这个可能是他价格比较高的原因吧。但是我倒是不建议豪门球队就是怎么样整他。关键这个守门员呢有点脆，这个东西其实挺可怕的。作为一个守门员老受伤，一个赛季老是莫名其妙受伤，你不稳定性不够，说实话有点麻烦
啊，麦尼昂挺好的啊，这个弹跳啊各方面各球他没什么短板，没什么短板啊，没什么短板。莱曼联跟去沙特有区别吗？你在开玩笑吗？你觉得莱曼联跟去沙特有什么区别吗？莱曼联你马上全世界家喻户晓，只要看球的人都知道你是谁。安东尼一个赛季一球进一个球的男人，流量比亚克松还要大。安东尼一个赛季进一个球的男人，对吧？流量跟凯恩是属于可以相提并论一个量级。安东尼的新闻次数甚至比凯恩还要多，这是为什么？这边曼联这个球队就不缺流量啊！你马来西亚这种查无此人的，对吧？基本上流量大户，你名气上你就赢了。你作为曼联名宿，全世界可以混饭吃，对吧？你退役之后啊，到各地方来个什么这个巡演，你作为一个曼联球员，你那价格能一样吗？对吧？你让安东尼来个中国行，哥们绝对去跟他摇旗呐喊，说不定爆满。我讲真的，安东尼来中国行，说不定爆满。哎，我跟你讲，真有可能，有可能安东尼来中国行，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的哇塞啊，真有可能啊，真有可能。下一个啊，番茄锅爱好者，其最近看我主队比赛挺难受，下赛季也不明朗。你哪个队啊？主队啊？哪个队啊？我猜一下啊，下赛季不明朗，主队比赛最近看你主队比赛才挺难受，然后下赛季不明朗，那肯定先去掉切尔西，对吧？切尔西是一直难受，对吧？你这个东西是最近看我主队挺难受，下赛季不明朗，那肯定是先去掉切尔西，切尔西是一直难受啊，肯定利物浦，哎，利物浦，我估计是利物浦，对，利物浦，为什么？因为利物浦呢最近确实是挺难受，一直输，而且感觉是球队更衣室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啊。我最近又复盘啊，首先第一个轮换啊，第二个的让这帮这个更衣室球员呢有点人心思动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这个爱德华兹啊。最近我这个在复盘啊，在这个做这个英超赛季总结的时候，是吧？我就是看了一下时间节点。我感觉利物浦这个味道啊，开始发臭的时候呢，就跟这个爱德华兹可能有这么丁点关系，可能有这么丁点关系啊。因为自从宣布了他回来之后，是吧？啊，感觉就味道就不太对了，有点臭劲，有点臭了。是不是觉得这个来了个狠角色啊，自己不好混了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包括呢？主要利物浦呢，它不是一个教练员走，它是整个管理层加教练组全部换掉，那么对于球员的冲击力太大了啊！这个赛季能有这个成绩就不错了。你看看曼联那个赛季，朗尼克来那半个赛季，我的天，那是什么样的光景？有欧冠啊，就还可以，是吧？准没准儿，他跟克洛普俩矛盾人尽皆知，是吧？我感觉爱德华兹一来，利物浦这味道就不对了。要只走克洛普一个人，这个球队今年感觉能再往上走一步。难受啊！下一个啊，艾尤叉，其能不能给拜仁出招？怎么防边路？还有凯恩怎么用？拜仁现在呢防边路有两个办法。第一呢，萨内踢右啊，萨内踢左，然后右路格雷罗啊，右前卫啊，就是相当于呢，你右前卫上个巴尔比德，就上个格雷罗这样的，或者说你上个这个莱莫尔就打右边路，这样的话你这个把这个右边前卫撤回来防守，让萨内在左边路突突，前面放个穆夏拉。啊，这是第一个招数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成型啊？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右边放一个防守球员，右边前卫放一个防守球员，然后把三内放左路。然后呢，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招数就是上莱莫尔加格雷兹卡双拦截，然后呢，莱莫尔或者格雷兹卡就靠近基米希，帮助他保护右侧，然后呢，戴尔再靠过去，三个人去防。啊，我觉得就基本上就这两招了，其他招也没有。凯恩怎么用？凯恩就自由发挥啊，没有什么用的，凯恩就自由发挥。我倒是建议拜仁踢4-4-2啊，就看起来是4-3-3，但是我建议拜仁踢4-4-2。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也会踢成4-4-2。怎么踢法4-4-2呢？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防守永远4-4-2，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萨内在防守的时候，萨内跟凯恩在站前面啊，萨内打左前卫。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萨内站右前卫，萨内防守落后腰，然后呢莱莫尔、格雷兹卡，然后这个穆夏拉啊成三位一体。
然后前面呢顶个凯恩啊，再放一个这个或者穆夏拉，再放一个或者是这个叫做格纳布里，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好一点。防守的时候啊，我是这么建议的啊。对，你要说这4个队里边，我个人是最希望巴黎夺冠啊。凯撒总总你呢？齐声来排一下巅峰磊、沙特罗、安宰及各个方面。巅峰吴磊秒了啊！巅峰吴磊不仅跟巅峰 C 罗是一个水平的，巅峰 C 罗、巅峰梅西跟巅峰吴磊是个水平，在我心中啊，仅代表我个人，仅代表王楚奇自己的内心，在我心中，巅峰吴磊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啊，全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啊，秒了啊！那么吴磊呢，在速度啊、能力啊、突破啊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演员叫吴磊，也很不错，就是一个球员叫吴磊，一个人叫吴磊，哎，吴磊和吴磊，对吧？这两个，哎，感觉好像很难念啊，有点这个有点拗口啊，对吧？吴磊和吴磊是吧？我觉得他们几个，哎，都两个都不错啊，两个都不错。沙特罗嘛，也要比安东尼强一些吧，对吧？啊，有巅峰磊强于巅峰磊啊罗，然后你。下一个，哎，这两个真不好念啊，是吧？啊，轩轩，人别挣扎，遵循其足坛流量定律，黄梨对决。哎，你看啊，我给你预测一下啊，你看今天晚上比赛打完之后，会不会有这种，会不会有这个评论员有这种视频啊？啊，就是什么？假设贝林厄姆进球了啊，贝林厄姆，什么啊，拜仁已经破碎，或者拜仁踢得太臭了，拜仁太菜了，怎么跟皇马抗争啊？或者说呢是对吧？皇马强弩之末是吧？输给曼城，已经打赢曼城，已经掉了自己最后一点魂魄啊！最后啊，有这个可能性啊，可能性，我先预判一下啊。下一个，折纸飞机，詹杜库首次全部无缘首轮，算不算时代落幕 ？NBA 詹杜库啊，时代落幕是100%的。我讲 NBA 这个时代落得太晚了，知道吧？按理讲呢，这几个老东西早就该下去了啊。NBA 为什么现在流量热度下降？很大程度上就这个原因，就是造的这个新星呢档次不够。这几个老东西呢一直是在场上踢，一直上打，还要靠他们。你要是放在以往10年前，早就出来新人了呀。你看史蒂夫库里25、6岁、27、8岁就要出来了，对吧？啊，你这些老白菜帮子，早就该下去了，时代早就该落寞了。都39、36了，37还在挣扎。爱德华兹还可以的，爱德华兹，我经常在评论区看到啊，他妈有人说我抄文案说我这个做的赛后评述节目啊，或者前瞻预测节目啊，有人讲我什么抄文案。你们下次帮我逮啊，谁的文案跟我相似的啊，咱得把他抓出来啊，这根本绝对偷看我直播偷了啊，真的100%，因为我所有的这个节目，咱都是从直播中表述过的，然后我们赛后，然后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会再这个总结一下，对吧？我去，怎么还有人说我偷文案呢？啊，我找出这个小偷来啊！直播间里面谁小偷啊？找出来啊！把你和我的聊天记录翻出来，对，全是我自己写的稿子呀！我去，怎么这个整到我偷文案了？谁说的？谁说你偷文案？然后评论区里边说你这个文案有人已经说过了，说的啊，是吧？说过，你让他们找时间。我你看，肯定有人直播间肯定有人偷我了。0点20，你看看。看啊，2点40，看到我的稿子，半夜凌晨2点40啊，看到我的稿子了。哎，我说奇了怪了，我说那直播间肯定有小偷啊！下次兄弟们给找出来啊，给你找出来啊，看谁偷的。可没暴露，早上起来。下一个啊，这个猫能不能养猫？不是我偷的，他只是发给我当备忘录。下一个，不说是我偷的。猫都不能养猫啊！多特冲把狗土豪干了，万子真牛，还能卖多少？万子昨天帽子戏法，万子我觉得啊，卖沙特是能卖到钱的啊，5、6千万吧，4、5千万到顶了。卖给5大联赛球队没人看啊，有一讲一是这样的啊，卖给5大联赛估计是这个，估计是卖给5大联赛估计没人会买，4、5千万卖给沙特完了。哎，巴萨球迷恨巴黎是应该的，有一讲一。哎。
巴黎今年加油吧，巴黎弄个冠军，操，老子词儿想好了，对吧？啊，姆巴佩开创纪元，足坛历史改朝换代，从今天开始叫龟年，词儿想好了，我都给他背好了。巴黎啊，拿欧冠冠军啊，我这个词儿就直接顺应天命啊，当场念出来，好吧？在这个我们最理想的赛后奇书一期里边都想好了，对吧？龟年，史称龟年，龟年第一年啊。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哈哈哈，我就是武松300电池。其如何看待联赛猛欧冠隐身打的球员？梅、贝林、哈兰德，欧冠厉害的人是世一人吗？如何看待联赛猛欧冠隐身的球员？梅西、贝林和哈兰德。这个隐身呢，这个隐身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隐身，我呢基本上很少用这个名词。为什么呢？你要是想界定隐身，那么足球比赛场上，那你要想建立隐身，那隐身多了去了，对吧？你要是进攻打得好，那后卫就隐身；你要是防守踢得好，那前锋就隐身。那么你有时候根据战术啊、你的分配啊，包括对手的防守中心啊，对吧？足球毕竟不是篮球，它有硬解，对吧？篮球它为什么要有硬解？我给拉出来跟你无限单打，对吧？你加我就传出去啊，那么总归能体现在数据单上。但足球呢，很多时候呢，它的一些作用是体现不了在数据单上的。首先，我个人觉得，你这3个人里边，这梅西我们不谈。我们这里就是梅西的所有的一切啊，我们就不谈，我们就说贝林和哈兰德。哈兰德跟皇马的2场欧冠踢得非常不好，但是哈兰德在欧冠中去年是最佳射手。我没记错的话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他去年应该是欧冠最佳射手，对吧？打莱比锡是五子登科啊，莱比锡打多特4-1，对吧？所以说呢，他可能面对皇马这样的球队，2回合没进球，确实踢得一般，但是呢。你不能说他在欧冠是隐身的，你只能说面对皇马是隐身了啊。至于贝林厄姆说他在面对曼城的比赛中隐身，我觉得就属于是谬论了啊，就胡扯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贝林厄姆曼城跟皇马次回合那个进球，你最起码算30%的功劳算到贝林厄姆身上啊。贝林厄姆接球转身分底线传中入网，是吧？我记忆没混乱吧？应该这么回事啊，对吧？应该这么回事啊。上半场刚开始，贝林厄姆在禁区右侧啊接球转身送底线啊传进去，里边打门进了，对吧？他在那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点和这个边路的机会，然后里边那个谁进球了，而且他整场比赛的防守啊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啊，整场比赛的防守。所以说贝林厄姆呢，我觉得欧冠中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说大赛隐身啊，那么确实是有的。大赛隐身是证明你可以被限制，这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说，一个球员如果说他在大赛中不能证明自己的不可被限制的话，那么要不然他跟这个球队不是完全适配。当他被对手重兵防守的时候，其他人站不出来；要不然他的能力还没达到这个级别啊。特别在1对1被限制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姆巴佩，当你3个人防姆巴佩的时候，登贝莱站出来了，那你可以算得上姆巴佩隐身吗？不能这么讲，对吧？但是当你没有3个人限制他的时候，你只有1个人防他的时候，对吧？其他人队友都被限制住了，他再站不出来，那么他就证明他的能力达不到，不够做硬解。那么如果说你这样的场次变多了，那么这个球员确实他达不到历史级别啊，就这个你这应该可以理解我这个意思吧啊。下一个这个勿忘啊，你可以停了啊，再发我就请你关小黑屋了啊。为什么你夸贝林进球呢？我的表达能力是我表达能力问题，还是你的这个理解能力问题呢，兄弟们？我这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脑部发生混乱。我说的是贝林厄姆在右侧禁区接球转身送出了一脚间接助攻，然后边路传中里边打门入网。我什么时候说了贝林厄姆进球了呢？不能理解。下一个听雨之秋送主外电池。说实话，我只不过想看这几个流量大队通通去钓鱼，不然赢球都是一个功劳，输球全是各个哥哥独 C， 太恶心。篮球就这样的呀，听雨之秋。其实如果说你看篮球，咱这么多年了 ，NBA 这套东西还没学会吗 ？NBA 这套什么东西啊 ？NBA 这套什么东西呢？它的东西呢，就是造星、个人能力、美国个人英雄主义，这就是什么，就是说赢球一个人功劳，然后球星的个人话语权无限放大，各种特权无限放大。对吧？然后打单挑打硬解，啊，这个东西就是它吸引这个球迷的一个关键。它不像足球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团队精神，感动的啊。你比如说
国际米兰最明显的啊，当年3冠国米是吧？当时这个叫做穆里尼奥的国际米兰啊，铁血防守，对吧？就是一个球队守到让11个人防到让所有的球迷鸡皮疙瘩，对吧？汗毛竖起啊，这个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别啊。下一个啊，聊摔跤的歌颂3点池，其和球友踢球时身体对抗，被球友喊了一声，身体对抗摔倒了，球友喊了一声，裁判响彻叫停，是裁判不专业还是球友对抗差？一般情况下，我们踢友谊赛嘛，一般情况喊犯规就要给的吧，对吧？对吧？你说踢友谊赛嘛，你跟他上对抗了，然后他说犯规，裁判不理他，那很有可能你们俩就要发生就是肢体上冲突或者发生语言上冲突，这个在不够友好嘛？友谊赛嘛，友谊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吧？你如果是平时真正正儿八经比赛，那我要赢，那我干你，你要是说犯规，裁判吹个照，你得骂裁判。那平时比赛嘛，你好我好得了，是吧？尽量少铲球，少对抗。反正我在平时比赛当中，我基本上是这个属于是，叫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就10个人防我，他都摸不着我的这个跟脚。你要有这种觉悟才行啊。下一个啊。这哥们就是有意思啊，说足球处的优越感真的强。下一个啊，也不知道从哪听出优越感来了。下一个啊，姆巴佩他表叔送礼呢，英超对抗强是不是裁判吹罚尺度太大的原因？首先呢啊，这个英超对抗强呢啊，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去？就英超对抗强这个东西怎么去形容呢？就是英超，我个人理解啊，并非对抗强，英超是节奏快，往返快。对抗强呢，你要真看，你要怎么去界定对抗，是吧？啊，对抗，我说实话啊，法甲强啊，那都是奔人腿就踹啊，那西甲那赫塔费那武术队也挺强。对吧？英超呢是鼓励你正儿八经对抗，然后呢往返节奏较快，很多的往返的节奏啊，很多的这个在运动中的对抗啊，而且对于守门员的照顾也很少啊，角球、地位球的身体对抗很鼓励，也鼓励你用手。但是呢，你如果说上腿上这样东西的，我觉得没有法甲脏，法甲真脏啊，法甲真的脏啊，法甲那个太脏啊，法甲。下一个。急救送走可以呢？其分析一下英法，从踢法来看，除了彼此最怕碰的队，英格兰怕谁呢？英格兰这个队伍，我觉得啊，有一讲一，英格兰其实是一个防反大队，法国队也是一个防反大队。就这两个队呢，都是以防反起家的啊。就是在如今的这个欧洲足坛的话，欧洲杯来看的话啊，这两个争冠夺冠大热门都是防反。现如今杯赛最牛逼的球队永远是防反球队。当你前面有个快马的时候，防反越强，证明你这个夺冠希望越大。那么这两个队呢，我个人觉得啊，英格兰他打德国队可能有点慌啊，然后打法国队可能有点慌，其他球队他真不怕什么。法国队呢就是怕输给自己，法国队这个球队呢就怕中场出问题。如果他中场不出问题，法国队这个队伍是没有天敌的啊，在整个欧洲杯上没天敌的，他是真挺强。我觉得法国队怕自己，怕中场，怕空啊。英格兰怕法国是吧？有略怕吧啊，略怕。至于其他球队呢，我觉得大概就那样吧啊，那样吧。欧洲杯就4个队，就5队，其他队我目前为止都不太抱有多大希望。下一个啊，这个。长得帅送3点池，其如何评价大巴黎的乌加特和法比安？他们两个哪个更应该在欧冠首发？如果是我的话，100%用乌加特啊。但是恩里克想用法比安，为什么？他觉得乌加特出球不行。但是我觉得巴黎这个俱乐部就是个伪传控，他传不起来的。巴黎那个队伍，那守门员又不会传球，怎么传球啊？那个球传的又业余，他连巴萨的密集防守都破不了。就是你想想啊，你连巴萨的高位逼抢你都破不了，你怎么可能破得了像利物浦？像拜仁、像皇马这样的高位逼抢呢，对吗？我是这个意思吗？啊，没有，时光反应，你是下一个啊，对吧？是我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说巴黎这个队就踢不了高位逼抢，他就踢中场绞杀、快速反击要好一些啊。那么你这个如果用的话，那中场肯定是我个人理解还是用乌加特好一点。法比安·鲁伊斯呢，就边角料啊，点赞兄弟们，给法比安·鲁伊斯点赞，一人5一个赞。啊，1人5一个赞。时光反应3点池，
很多英超球队比起欧冠更看重联赛，能聊聊英超联赛看冠军含金量有多高吗？瞎讲啊！你这个就实况反映，不能说你瞎讲啊，只能讲你不太了解英超球队。对于大部分的英超球队来讲，除非是画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性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4连5连啊，突破历史，大部分的英超球队，绝大部分都是更看重欧冠冠军的啊，都是更看重欧冠冠军的，因为你没有欧冠冠军，在英超抬不起头啊，就是你拿不到欧冠冠军，你在英超啊，你很多时候啊，你是抬不起头的啊。你看阿森纳就是因为没有英超欧冠冠军，对吧？阿森纳老是被别人嘲讽，是吧？你包括这个叫做曼城之前没欧冠冠军的时候，是吧？你一提曼城豪门是吧？现在一提英超，我经常说的，因为我这个人对豪门的我都比较宽容的，对吧？我有时候我说阿森纳，我说豪门，超级豪门，我说英超豪门阿森纳，上面就有人飘了，豪门，对吧？啊，我相信你们肯定都受过类似的嘲讽啊，包括曼城之前没拿欧冠的时候，对吧？豪门啊，所以说呢，这个欧冠对于豪门球队来讲啊，特别是对于能拿英超联赛冠军的球队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去判断一个球队他的历史地位排到前几名，很多程度上也是从欧冠这个几个欧冠来定义的。但是英超联赛的含金量确实很高啊！你从含金量就看竞争力嘛啊！虽然英超今年全部从欧冠中折戟沉沙，但是你看现在5大联赛只有英超还在打，剩下4个联赛都结束了，法甲、德甲啊、意甲、西甲都结束了，证明英超呢相对来讲它的厮杀确实是最难弄的。你像什么诺丁汉森林这样的球队都有战斗力的啊，所以说呢，英超的含金量。肯定，目前我个人理解啊，5大联赛居首，英超冠军奖金数应该也是最高的啊，5大联赛居首啊，甭管这个可能西甲球迷不满意，或者意甲球迷不满意，但是我觉得现在如今有事实啊，英超冠军的联赛啊是居首，英超冠军联赛居首啊，那么含金量在英超冠军联赛居首，但是呢，在跟欧冠比还是比不了啊，跟欧冠比还是比不了。下一个啊，折纸飞机，梁祝。白蛇传、七仙女爱情故事哪个历史地位高？梁山伯与祝英台，我看的时候，我觉得白蛇传和七仙女我都不爱看，我就爱看个梁祝。当时看梁祝，小时候掉小珍珠了，很小时候啊。梁山伯与祝英台，真掉小珍珠了啊！很小时候啊，那时候很小。你要说这3个里面呢，肯定是我就选梁祝。白蛇传呢，我不好看的，我看那个蛇啊，看蛇，你别说看那个白蛇传，我看那个紫萱变成蛇，我都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紫萱知道吗？就是最老的那个《仙剑奇侠传》，看那个《仙剑奇侠传3》，我看那个紫萱一变成蛇，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就怕这玩意儿。所以白蛇传我看不了。七仙女呢也稍微有点这个。我看见谁演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杨紫，是叫杨紫吗？是吗？那个老板杨紫跟那个黄圣依好像是啊，很小的时候啊。下一个啊，隆中困兽头300电池啊，奇宝所有的6号大师都不只会防守、摆脱和出球，是进阶大师的必修课，这个说法对吗？那肯定的呀，但是呢，你不能说只会防守的6号位不是大师，这个要根据时代来看的啊。加图索，对吧？他是6号位吗？是吧？加图索是大师吗？哦，那是七仙女吗？我记错了。啊，那我记错了啊，那我想错了，看皮塔了，太早了。那个加图索是6号位吗？啊，加图索是6号位吗？加图索算6号位，对吧？加图索肯定是防守型后腰啊。那么在现如今，你把它规划就是6号位。那么他是6号位，但他的出球不会出球啊。加图索说过一个最牛逼的一句话，就是别人问他你怎么踢球的，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球抢下来，然后把它传给皮尔洛，别的我不管。对吧？你还是得看这个，就是根据时代来看的，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啊和现在这个时代，对吧？那么现如今确实6号位不仅要会抢球，还会出球啊，比如赖斯、托马斯、帕蒂啊、罗德里啊、布斯克茨，是吧？啊，下一个啊，猫都不能养猫。如果瓦萨、德容和莱万共卖1.4亿，如何补强？莱万嘛卖个4000万啊，德容卖1个亿，我觉得难吧。1.4亿的话，如何补强？还是6号位啊，苏尔门迪啊。中锋的话，你现在中锋，要不然你现在中锋感觉巴萨中锋很难买，知道吧？啊，你中锋呢，你要是想完美适配呢，就是阿尔法雷斯这种类型的，又贵又不一定好使
啊。你像那种便宜的嘛，像索兰克这样的也不一定好用，中锋就练罗克，或者说呢把这个弗兰托雷斯之后再练练啊。主要还是去练这个叫做，主要还是去买6号位啊，买个苏文门迪啊，主要还是买个苏文门迪。下一个猫都不养猫。怎么你大儿啊？这个阳光遇见向日葵，其怎么看皇马和拜仁首回合？拜仁新帅是谁？拜仁新帅目前说，据说是打完欧冠再定，可能是朗尼克。哎，朗尼克去拜仁，我真不知道你们日子怎么过，有一讲一啊。朗尼克这个教练员，反正我是觉得挺抽象啊。但拜仁如果说你们觉得能没问题，说明他适合德国足球呢，不好说。然后皇马跟拜仁首回合啊，目前为止，在安联的话。啊，你要考虑的东西很多。现如今，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这场比赛我觉得不会出现太精彩的画面，比如说什么4-4啊、3-3，我觉得难。我觉得可能还是1个球、2个球啊，就大概这么多了，或者是打个平局。我觉得2个队都比较保守吧，但是还要根据场面形势来。万一他妈开场就进球，这东西就要再讲了啊。奎斯以580送3点池，皇马和拜仁都摆大巴怎么办？谁能赢？在2个队都摆大巴的情况下，就要看双方球队的定位球啊。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我们会讲啊，破大巴的3种法宝嘛啊，3种法宝：单兵突破啊，个人突破啊。为什么梅西当时这么牛？巴萨当时为什么不是我们看巴萨梦三为什么硬解能力感觉挺强的？他就是因为有个梅西，他能单兵爆破，对吧？虽然现在的梅西的风评很差，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这讲战术要讲的啊。那么这个，要不然你就是边路轰炸。啊，45度传中，里边有头球，啊，期待啊，里边有头球，啊，要不然什么呢？要不然哎，感谢道哥啊，要不然什么呢？哎，感谢道哥送的跑车啊，感谢狗总啊，感谢狗总啊，感谢狗总啊，赶紧嘛，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定位球，角球定位球，啊。角球定位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你看拜仁跟皇马谁的定位球处理的好，谁单兵爆破做得好，对吧？谁的这个45度传中做得好呢？有一说一，在全是大巴车的情况下，我觉得啊，单兵爆破皇马强，但是呢45度传中包括角球定位球，皇马看吕迪格，拜仁有凯恩。啊，这个叫什么这个，这哥们儿我就请他走了啊，啊，拜拜。下一个啊，猫都不养猫，怎么你大儿防守小动作有点多怎么办？不是黑，防守小动作多怎么了？能不能祝福一下拜仁夺冠？加油拜仁 ，Come on， 加油拜仁，加油皇马，好吧？啊，加油拜仁啊！夺冠嘛，你跟皇马这个比赛呢，只能祝福你一下了啊！这东西我除了祝福也没别的说的，对吧？希望你们在安联草坪上挤满奶，好吗？啊，这个防守小动作多怎么了？干就完了。我是觉得防守小动作多绝对没毛病，我个人还是更看好防守小动作多的后卫。当然了，阿劳霍最近有点莽，老犯规是这个事实确实。昨天我觉得巴萨有演哈维的，你知道吗？昨天我看巴萨比赛，你们没看的，真是觉得啊，有点会后悔的。那个比赛挺抽象的，啊，就哈维刚宣布续约，特尔施特根上来一超级低级失误，来一他妈超级低级失误，那失误就属于你不能说是业余了，那属于是这个脑抽了，知道吧？来一把超级低级失误，啊，超级低级失误，然后送一球之后啊，劳霍马上再一飞铲，再铲在自己脚上，再送一球。当时看到我整个人我都蒙圈了，我说这比赛看的他妈叫野哈维啊！还有后来这个看到莱万是这是保哈派，小动作多没事啊，练练嘛。哈维他还这个，他不是他这个年龄啊还年轻啊，老霍啊。斯库阿查尔多3点池，其目视车子、西蒙尼、马竞、图示拜仁和皇马或任何没提到的队，谁才是欧冠放球权打防反第一人？啊，目视车子啊，西蒙尼、马竞。图示拜仁和皇马或任何没提到的队，谁才是欧冠放球权打防反第一人？肯定是皇马呀！啊，穆里尼奥的切尔西放了球权，没有国际米兰深。国际米兰他带国米的时候球权放的最深的。然后这个
皇马是放球权打法最猛的，因为皇马一直以来不缺顶级边锋，想要打防反必须得有跑边锋，不然你没屁用。现在曼联踢防反没有威胁，曼联，对吧？我说这话兄弟们能理解。你这不现在曼联我跟曼城踢防反是吧？我加上乔反击，跟你沃克跑，你怕我吗？对吧？你怕我吗？啊，他不怕呀，是吧？可能拉什福德能怕一怕，拉什福德见到沃克也软腿了。但如果说我这边前卫是个姆巴佩，是个 C 罗呢，是个贝尔呢，是个迪玛利亚呢，对吧？是个罗本，是个里贝里呢，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那就不一样，怕我跳水是吧？跳水也不吹啊，跳水不吹啊。下一个，哈哈哈。送入3枚电池。其拉玛西亚青训落幕了，感觉现在巴萨出来的小孩没之前的那么强了，跟英超俱乐部青训一样。瞎讲，拉玛西亚出来这批人，是不这那么牛那么猛，怎么没之前强了呢？亚马尔、库巴西是吧？这个费尔明、加维，对吧？这不都是出来，这不是刚出来的吗？差吗？对，我觉得现在这个他不差呀，拉玛西亚是感谢这个爱奇岛送的这个人气票。我觉得拉玛西亚最近生生不息，他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个培养球员还是很好的呀，已经很厉害了呀。巴萨，我的意思是跟英超的豪门青训一样，就是水平差距没那么大，是吧？那是因为你经历了梦三时代，你觉得他本身就比这个英超豪门青训强。你要知道，在梦三时代之前，伟大的曼彻斯特联有一批青训队伍，他们才是历史青训的标杆之一，知道吗？伟大的英超豪门，当时还有一名言，就说福格森的，说你靠一帮孩子什么都赢不了。所以说这是你是因为梅西啊他们那帮人呢，你是有刻板印象了，你的拉玛西亚就是比这个英超强，其实并非如此。对吧？只是曼联现在他妈不行了啊，然后那帮小白菜没跟上，知道吧？你像你曼联后期呢，对吧？这个格雷泽不作为，整个俱乐部青训啊，卡伦顿一直没翻修，包括球队逐渐走向落寞啊，这些新的一批人没跟上啊，现在这个青训呢，然后呢，涌现出拉玛西亚那帮人啊，你们才觉得拉玛西亚好像就比英超强，但是之前真是靠孩子赢得比赛的是92班啊，哎。92班的照片谁见过？那贝克汉姆，那是贝克汉姆是吧？我去，贝克汉姆就那坐那一头金发，是吧？我这一弄一头金发92班见过没？帅的一批。下一个啊，申叔柠檬 C， 祝曼联在主场暴打阿森纳，以证实洪老大之位。我们跟阿森纳的比赛呢，肯定会很精彩的啊！不管怎么样啊，祝双方都能有一场精彩的比赛。同时呢，我个人是我觉得曼联会赢，对吧？祝双方都有一场精彩的比赛吧。英超决赛和自动杯决赛都拿下啊，都拿下啊！下一个啊，猫都不能养猫啊，我们卖1.8亿别叫，你们用8000万买索菲扬。我说实话啊，现在巴萨超市如果开张，这个球队里边还是有很多球员是可以考虑的。不仅是曼联，真有很多球员可以考虑的。你看啊，劳霍8000万，绝对可以，25、6岁是吧？劳霍，然后佩德里这个赛季脆啊，但是现在他也让他生涯价格最低点，8000万身价，对吧？佩德里生涯价格最低点我有一说一啊，如果他能够恢复的话，就以他这个天赋。曼城可不可以搏他能恢复？能不能搏这一下？现在有消息说巴萨有可能卖佩德里，有消息啊，是这个有消息传出来的，说他有可能如果你能不能搏一下8000万是吧？8、9千万的身价，然后还有谁呢？还有这个叫做德容，也是8000万左右，7、8千万左右7、8千万左右。对吧？所以说
巴萨超市开张，哎，这里边真是有几个好货色是可以搏一下的。你包括菲尔明洛佩斯，亚马逊肯定是不卖的。请你前2天才说我城不能买小孩，佩德里不算小孩了，这算名将。什么是小孩？就类似于2、3千万，2、3千万，类似于这个没有证明过自己的2、3千万的球员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小孩啊，就是类似于，举个例子，类似于德凯特拉雷还没完全证明自己啊，这个是属于是这种小孩啊，但是像佩德里这属于名将了啊，那是大型杯赛都踢过了，对吧？绝点又是小孩啊，绝点是小孩。92年的马道送500电池，和球友踢球，他队友要求加入，面对多人防守，我明显跟他对抗不行。这时球友突然给我提供饮料，我应该服用还是放弃比赛？可以啊，我这里边不就有吗？哎，等一下兄弟们啊，你看喝的什么了？我这边我记得我这是孤岛时期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叫什么来着？孤岛时期泡腾片，对吧？稍等啊，我懂你的意思啊，92年啊，懂你意思，稍等啊。哎，我的泡腾片呢？哎，这电解质啊，对吧？你可以拒绝他给你的饮料，选择自己的饮料。哎，泡腾片呢？下架了啊，对吧？你可以拒绝他给的饮料，选择自己的饮料。比如说呢，我这款这个叫做电解质啊，就相当不错啊，仅需9块9啊，就可以买一堆电解质啊。这个味道呢也不错，对吧？而且能够在你的运动当中，你体力不支的时候，比如92年马豆，我知道你年龄大了，对吧？92年的嘛，你30岁老东西了，确实是很大可能在对抗时候体力不支，怎么办呢？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诺特兰德的这个电解质水啊，还是不错的，对吧？能让你焕发，不能说怎么样吧，反正最起码给你心理安慰，是吗？92年啊，好好学习啊，好好看看啊，啊，下一个这个按瓦尔的心目金送3枚电池，感觉安东尼这护球和防守能力完全可以转型成格什吗？在曼联练出来，直接来隔壁穿10号，可以啊。安东尼真是，而且你们又喜欢花这个钱买这样球员，格拉利什如果走了，你们右边路没有人用的时候，可以考虑安东尼代替伯纳多·席尔瓦，而且安东尼还能踢边后腰，我去，1.2亿，划算啊！我如果是曼城，我不买安东尼，我觉得我自己脑子进水了。如果我是曼城的话，如果我是曼城管理层，对吧？如果今天我是贝基，我必须买安东尼，马上打钱，不买的话，感觉我这个整个人就完全是业余。点赞，1五1赞啊，1五1赞啊！下一个啊，这个不想长胖，讲一下利物浦新帅呗，下赛季怎么踢？哎呀，现在利物浦这个新帅叫菲耶诺德，他在菲耶诺德带得很好。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介绍，因为我基本上不看荷甲，我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看荷甲的，但是我基本上不看，我平时5大联赛都看不完了，基本上很少看德甲。就是在我的观察当中呢，我根据这综合了一些消息呢，看了一些他执教的这个战术的这些图呢啊，包括呢我在这个外边呢也看了一些他的这个评价，就是说他呢战术上面很优秀，然后呢不太给管理层提要求，对队伍的管理风格呢也是偏向于荷兰教练。总结一下啊，就是呢事儿没这么多的滕哈格啊，就是在荷甲那边啊，事儿没这么多的滕哈格啊，所以说呢。这种教练呢，我们在荷甲证明过自己的，统称现如今都需要时间。你看看他在一个赛季，而且呢，我是不看好接班这个特洛普的教练员的，克洛普太优秀了啊！你想比他做得更好，才能受到认可，太难了。你得先把观众预期降低，然后你再站出来啊，那么你可能是会有个救世主啊，困难吧？啊！下赛季怎么踢？看引援，先买个后腰，还买个后腰再说。你没有离开视线送的500电池。有个男孩子我挺喜欢的，但只和我聊足球，我又不懂足球，除了多来直播间补充知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你不懂球的话，你没有必要为了他多来直播间学习啊，对吧？你得就是转移话题，你他妈天天聊足球，聊成球友了。我跟你讲，如果说你们俩变成球友，你们之间最后的归途只剩兑现啊！就如果说你是因为他爱上足球了，你们最后的归途只剩兑现啊，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归途的啊！就到最后就是。啊，罗出没出是吧？
贝处、姆处啊，这个大黄，对吧？阿塔塔是吧？啊，石油土豪，哎，曼狗，对吧？娜娜啊，你们最后就只剩这个归途啊，你们就是殊途同归，最后就剩这招了啊。所以说你们肯定不能说你喜欢他，跟他聊球，你妈最后不自己给自己埋个坑吗？你得转移话题啊，对吧？啊，你得转移话题，聊到这个你搞暧昧那方面。你这足球这东西，你肯定不能说聊的还能聊足球能聊出男女朋友出来，聊最后都是对骂，对吧？啊，下一个啊，文科员送3点池。其听说奥斯卡要回我车了，这位亚冠冠军能否带领我车重回巅峰吗？听说切尔西要买格什，真的吗？其听说奥斯卡要回我车了，这位亚冠冠军能否带领我车重回巅峰呢？听说切尔西要买格什，真的吗？切尔西买格什假的，也不一定。反正我觉得是假的啊。反正我从我的各方面这个思维方式和理解球员转会方式，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买格什，除了给曼城洗这个财政，还有什么原因吗？伯利是不是跟他有什么交易？对吧？就是除了你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不能理解啊，为什么要买格什啊？至于奥斯卡回归切尔西能否带领我车重回巅峰呢？那你得再买一前锋吴磊，对吧？他们俩搭档是有可能的啊，不然我估计难啊。买都买了嘛，打个包吧，啊，买都买了嘛，打个包吧。谢谢。下一个，这个。胡图图送你呢，今晚破阵之人就已在阵中，阿方索送上投名状。我跟你讲啊，我如果是阿方索戴维斯，我打皇马得拢着劲儿踢，把他当成我的生涯最后一战踢。什么叫投名状？对吧？这个叫做背水之人必遭反噬。三国演义有读过吧？官渡之战谁背的水，他最后什么下场？你得在这种关键时刻，对吧？你得像。对吧？就是这种关羽这种勇猛忠义，才能让对手看得起。所以说我如果是阿方索戴维斯，我必定跟他死磕今天，必定啊，必定。下一个，依然不爆炸，不爆炸让送你呢啊！不爆炸送你3点池。齐哥的曼联下场引援名单有哪些？阿劳霍、姆巴佩，是吧？阿劳霍、姆巴佩。我觉得啊，索兰克啊，然后福法纳啊，如果有阿劳霍什么安东尼奥、席尔瓦、斯卡尔维尼都可以爬了啊，我就要一劳霍，其他我都不要了。好，然后埃弗顿那个在传那个可以买的那个边角料打个轮换，对吧？那个中后卫啊，然后这个每个劳霍呗，然后前面索兰克，中段福法纳，如果还行的话，右边路来个奥利塞啊，阵容差不多了啊。索菲亚阿姆拉巴特去找凯恩。拜仁缺了6号位，对吧？图尔说了我需要6号位，朗尼克也说了我需要6号位，阿姆拉巴特已在阵中，拜仁慕尼黑就选这样的球员，便宜好用啊，好吧啊。下一个啊，1维8是好像预算1亿，布兰斯韦特和阿劳霍哪个更可能？如果说是只有1个亿，那就明年摆烂，好吧啊，就是我代表曼联球迷就宣布啊，如果说下场只有1个亿资金，明年就摆了。啊，就是争6就行，那你怎么买啊？你是屁啊！你阵容没法踢啊，你怎么踢啊？1个英镑，感谢飞机送的跑车啊，感谢飞机啊！啊，这是他犄角飞机还是92年的 model， 懂吗？啊，就是他经常打擦边球的，但是呢，他这个跑车送的我很爽，感谢飞机啊！你的球射得很正啊。怎么说呢？啊，如果说这个叫做只有1个亿镑，那么曼联就可以宣布就下个赛季就摆了啊，因为你没有办法。不买是没办法的，不买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讲，那你硬选的话，肯定选一个基石呗，阿劳霍呗。如果说你还有战斗力，你就要有3000万补3条线，4000万补后场，那就从布莱斯韦特，然后中场再补个福法纳，锋线补个索兰克，这是在理论上来讲的话，3条线最能补的办法，你不然你没辙啊！1个亿镑太穷了，因为曼联这个阵容太难，你的什么位置都要换。哎，晚上行不行？3点池，等着吧。曼联的今天就是利物浦的明天，曼联的昨天就已经是利物浦的今天了。利物浦难啊，利物浦
哎，利物浦难啊，我爱利物浦，嘿嘿嘿，现在更爱了，哈哈。难啊！说实话，我希望英超球队都有竞争力，这样才好看啊！但是确实难啊，确实难啊！9万年的 Model 速度外电池啊，9万年的 Model 速度外电池，这个吃了奇迈的泡腾片，我一个人跟5个人单挑也不怕了，一个人踢了2个小时一点都不累，感觉回到了18岁。是电解质啊，电解质，泡腾片没上架，忘了啊，电解质啊，电解质啊，吃了奇迈的泡腾片，我一个人跟5个人单挑也不怕了，一个人踢2个小时一点都不累，感觉回到了18岁。点51个赞。51个赞，兄弟们啊！51个赞啊！51个赞啊！51个赞，一个人能踢2小时，那可以啊！一个加10呢，还是欧冠选手，不期之影啊！不期之影送的300电池。我团今年夏天选中锋有没有适合的？是要个边角料还是核心？我估计啊，我估计皇马不会买前锋。我今时今日推测啊，不一定100%准啊。我感觉啊，因为皇马的引援呢是这样的。皇马的引援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他基本上是不太买这个我估计今年他可能会考虑中后卫啊、边后卫、后腰啊。我觉得中锋应该会有个恩德里克啊，再加基里安、姆巴佩啊，然后呢维尼修斯轮流打差不多了，他不太会买中锋了。他今年有个恩德里克是可以用的，我觉得难啊，应该不会买。而且现在如今整个市场上好像也没什么中锋一定要整的啊，一定要整的。我觉得克罗斯的接班人可以考虑一下了。啊，克罗斯接班人有恩德里克呀。3人行送300电池。利物浦新教练就是鸟的手下败将，鸟都这么菜了，还干不过，可想而知，预测鸟的下一站。鸟都这么菜了，还干不过，你什么冠军？你哪个队主教练？你哪个队球迷？你哪个队的？你哪个教练球迷？啊，你什么冠军？鸟都菜了，鸟几个欧冠？失败专家就是你，好就讲我。你哪个冠军？你什么冠军？对吧？这第一，第二呢？穆里尼奥下一站，切尔西或纽卡随便去一个吧。你穆里尼奥别去西甲，别去法甲，别去这个意甲啊！这3个联赛好像都不玩都没意思，就在英超干，重新证明自己就在英超。啊，重新证明自己就在英超，知道吧？带纽卡拿个英超第2，弄个足总杯亚军，再弄个欧联杯亚军，对吧？同时呢，曼联拿个3冠王，这个赛季穆里尼奥就超越了其他所有教练，只输给曼联，完美。所以说穆里尼奥，我觉得就去纽卡啊，去这个切尔西啊，挺好的啊，挺好。去英超比较合适，对吧？这个对抗也激烈，好看啊，好看。哎呀，西汉姆也有可能，现如今西汉姆联是有可能。西汉姆联，斯库欧阿彻尔送3电池，其能不能脑补一下今年有可能发生的让凯恩彻底封神和彻底道心破碎的剧本？彻底封神呢？今年欧洲杯冠军啊，今年就是半决赛啊，打皇马帽子戏法啊，欧洲杯，然后进决赛，决赛呢跟姆巴佩对吧？他独中，他进3个，姆巴佩进2个，然后呢最终这个他进3个，姆巴佩进2个，然后最终这个比赛呢。哎，还是以他夺冠啊为告终，然后欧洲杯对吧？最佳射手啊，金靴加冠军啊，基本上半封神，对吧？封神了。那么道心破碎啊，就是人感谢这个优总送的纪念镜啊，就是道心破碎。基本上我是玩经济体育的。什么叫道心破碎呢？要不然你是被对手打的手无还手之力，输的你整个人耻辱，比如说被揍过7-8比0，对吧？8-2大飞。七喜，这都是经典的。要不然你什么呢？要不然你就是常常倒在最后时刻。第2名是最后输家，啊，就是亚军是最大的失败者。如果说你2场比赛都是倒在点球大战，而且最糟就是你不仅倒在最后时刻，还倒在点球大战。比如说欧洲杯决赛，对吧？凯恩第5个发啊，跟葡萄牙罗哥第5个发，凯恩一脚踢飞，罗哥一脚踢进，罗哥嗖破一半。欧冠决赛，面对姆巴佩，对吧？点球8踢飞，姆巴佩8一脚进了，姆巴佩来个对吧？一插啊，那就碎完了，哎，那就碎完了啊。K 总说你呢啊？你什么意思？他让我解释的，他让我给他写剧本啊，就是一个封神，一个
破碎，两个剧本两个剧本。KR815坐在面前评价一下当初的维纳尔杜姆，另外维加特在巴黎会不会像他一样的结局？维纳尔杜姆这个球员呢，还是很好的一个顶级边角料啊。反正这个球员呢，他是有着，我觉得啊，在巅峰时刻就是有着不错的跑动，就是典型那种，就是两眼一闭，我两眼一闭，就这样啊，等啊，就这样，你一看就克洛普球员，我去，两眼一闭啊，就是反正挺凶猛，我觉得挺凶猛的。你像克洛普很适合，你像类似于这样的球员，包括比达尔，我觉得蛮适合克洛普的啊。那个包括这个巅峰时刻的这些，你像坎特啊，对吧？乌加特在巴黎呢，我觉得不会跟他一样的结局。恩里克下课的之日就是乌加特奋体之时，哪怕呢恩里克不下课，我觉得他会被卖掉的。乌加特市场上很有人买的，现在这个位置上人太少了。爱吃土豆，今年拜仁和我团哪个队防守好？我预测一下比分呗。防守好的话，拜仁跟皇马防守好。你看人员的话，实乃半斤八两，我去，两个队都差不多，有一讲一。今年你们两个队，你只能说看中场的防守，在除阿梅尼、克罗斯克罗斯发挥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皇马的中场好一点。克罗斯今年发挥特别好，拜仁这边主要是格雷斯卡跟莱莫尔不知道到底他妈打成什么样。所以说你要看中场的话，我觉得皇马要好一些，因为皇马的中场的覆盖面和能量要更广，拜仁中场要空。综合来看的话，能皇马6胜1线吧。我觉得比分呢还是以小比分为主，但是具体的比分我不会预测的。我们之前有一个规则，就是我们直播间不会预测比分啊，就是怕有些兄弟行差将错啊。你们要的好美送1线电池，突然发现给你点赞时屏幕上有我的头像，以前就没有，换了曼城数字级的头像就有。夸一下我城的国内运营，我城伟大。曼城这个球队确实是搞这些东西很厉害啊，就是国内的运营啊，因为对吧？因为你们看到了，就是我这个有很多曼城周边啊，就在这个叫做这个直播橱窗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个曼城的周边，这都是曼城的官方给我寄的啊，就是他们很重视咱这个国内市场啊，他们对于这个你像就是这些这个类似于这什么围巾啊对吧？这些东西他们都很重视这些市场，包括特别呢，我觉得对于曼城球迷来讲，他特别注重国内女性球迷的运营。就是在这个方面而且呢，他对于这些周边的开发，比如说什么围巾类似于这些什么手提包包括那些周边的什么棒球服他是真的有这个当地人在用的就是他的球员真会穿，他真会用，他真会有这些周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运营的蛮好的曼城对国内球迷也很尊重每一年逢年过节的是吧都会给国内球迷送祝福，而且会有中文的这种祝福都是弄的还是尊重感还是拉满的。我觉得曼城的运营做的是很好，毕竟有钱。我要是能有个对吧？我要是有曼城这么多钱是吧？我得把我自己运营到，不过现在也有也他妈也有。我要把自己我也是得往外对吧散一散下一个这个六兹其让南瓜评一下贝林新绯闻女友，他看了呀，他觉得挺漂亮的南瓜他这个人家就是贝林的女朋友你不觉得挺好看的吗？因为那女孩评价女孩长相，她一般情况下哪有女孩会说哇这个女孩好丑，这都是男人好讲的话怎么都能物化女性呢？觉得那个身材很好。对呀，很漂亮，很有气质对吧？很有气质呀千万不要这个物化女性对吧？这女孩嘛这长得都挺漂亮的，都蛮好看的对吧？都蛮好看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说没错吧？你好厉害啊！没错说的。你好难说。这个问题要让你回答，我怕你出事儿。你说的都对。你版本T0的拳头是不管你是谁的，他都会向你回来。你说的很好呀。只有我这种两仪四象八卦掌，才能给他以力卸力巧劲打出去感谢山村野人哈兰德送眼镜感谢感谢山村野人哈兰德，感谢这个昵称已被认证。你昨天是不是偷偷看阿飞直播？没有没看。昨天我这个很忙，没看直播。应该是一个主机游戏的博主，播 FM 的是吧？应该是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一个人经常给我讲他的，说是好看下一个按完场金木金色的面池，不要再说人家这个红书的了，姆巴佩都去红书了。
我贝坎摩、姆巴佩都已经加盟了，还讲什么？姆巴佩都转会了，对吧？证明什么？证明现在这个不存在这些东西，不要乱讲啊！不要乱讲啊！艾曼上新不新3分电池？讲个冷笑话，奥拉拉或许成为滕哈格在曼联的最佳引援啊！奥拉拉或许会成为滕哈格在曼联的最佳引援。奥纳纳确实好啊，奥纳纳，对吧？皇马不想要奥纳纳吗？曼城不想要吗？拜仁不想要吗？啊，拜仁不想要吗？啊，听雨之用3的曼电池啊！我已换上你城装扮，成功混入2个曼城粉丝群，女粉数量拉满，感谢你城，运营伟大。行啊，不错啊，不错，不为五斗米折腰啊，只为这种事儿折腰啊，也符合我对于我们听于总的这个认知啊，就是属于这个叫做有钱有颜啊，有钱任性，好啊。下一个，清流总送你囊啊，齐胜，安东尼去踢中超能当大腿吗？悬吧，悬。以我对中超的了解，越快越喝越厉害啊，就是越快越能跑越壮越厉害，对吧？越能突越厉害啊，技术型都不太靠谱，是吧？安东尼感觉呢突破能力呢没这么强，安东尼不快呀，安东尼没这么快，我跟你讲雅各松来绝对厉害，信不信？啊，雅各松来中超绝对猛，绝对猛啊！雅各松，塞尔吉奥讲马奎尔呗。马奎尔这个球员，我觉得没什么可讲的。他已经在球员这个理念上呢，我觉得很难去界定他。就如果看球，他有缺点；但如果看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马奎尔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的受到挫折的人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吧。啊，反正我看挺感动的，对吧？滕哈格还把马奎尔的进步归功于他，真不要脸。马奎尔属于是被职场霸凌，被暴力，被冷暴力，是吧？被这个网络暴力，被职场霸凌，然后呢，被全世界嘲笑啊！但是最终啊，依靠自己啊，砥砺前行，对吧？叫做体育生什么潜伏还蛰伏沉淀啊，体育生沉淀啊，确实是一个真男人啊！马奎尔从足球角度上来讲，已经就是去表扬他已经不够了，马奎尔啊，真男人。啊，反正呢，我是从来没嘲笑过马奎尔的，应该是没有。反正我是觉得啊，我从来没嘲笑过他的。我觉得这个球员最起码兢兢业业啊，在曼联这帮边角料当中啊，就算他踢得再臭，也算是个人。剩下的有一堆人不是人。还有一个猫头不养猫，我萨高位逼抢很差吗？后防加巴尔德比许多好。你巴萨的高位逼抢呢，防不了出球特别好的球队，原因是在于你那个6号位不行。知道吧？就是你的6号位呢不行的情况下呢，一般情况高位逼抢总容易在中场这条线上出问题，这是高位逼抢球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啊，就是我后防线顶上去，我中场6号位如果不能横向覆盖面、拦截面比较广，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问题。这就是我觉得啊，巴萨高位逼抢一般的问题。巴尔德会好很多，肯定的啊。这个凯塞洛不行。热心网友，其怎么看今年法国队门将桑巴能不能当一门？今年法国队一门是麦尼昂啊，是吧？麦尼昂啊，麦尼昂基本上锁定了法国队一门，他现在他好了吧，对吧？没什么问题啊，麦尼昂应该没问题，应该在欧洲杯应该能回来的，欧洲杯应该能回来，他那个伤，欧洲杯能回来吧？欧洲杯应该能回来啊！如果没有麦尼昂的话，你其他人我觉得都挺悬。5月底复出啊，能回来。麦尼昂基本上麦尼昂的能力还是可以的，就太脆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你守门员老受伤，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呢？啊，麦尼昂应该是可以的。其他人呢，感觉跟他比都有点差距。洛里退役了啊，洛里。传子，讲远古球员，巴蒂斯图塔算不算冲击波球员？巴蒂斯图塔有一脚远射，有一个那么好的身体。
有这么劲爆的射门，这么劲爆的得分手段，有如此这个强壮的对抗，怎么能算冲击波呢？巴黎斯塔不比伊布强，对吧？啊，伊布跟巴黎斯塔比，伊布多软化啊，两人功能差不多，对吧？都是能做支点，能转身，能射门，能扛两下，是吧？我觉得巴黎斯塔肯定不算冲击波呀，肯定比伊布强多了，我去。下一个啊，霍尔利特啊，其觉得未来有未来吗？每天打算去定 ETA5啊！我跟你讲，买车这个东西啊，千万别想什么保值不保值，这玩意儿买到手就亏钱的东西，有什么保值不保值的？喜欢就行，对吧？你要是有这个经济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有这个超过自己经济能力购车啊！你当然了，我不能这么讲，我不能给任何人提建议，因为呢，你们年龄跟我差不多，我是最烦听别人说建议的啊！所以说我就说说我自己心得吧，对吧？你只要别这个就是超过自己的收入水平啊，就是说加杠杆买车，那你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你有钱嘛，随便买了吧，对吧？你买点自己能承受范围之内的，好看就行了啊。买车的东西别考虑保不保值，消耗品用保值不保值的，就跟女人买包一样的。女人买个 LV， 买个香奈儿，到什么直播间问一下，香奈儿怎么样？保值吗？我想买个香奈儿，我扯嘛，车就跟保值一样的啊，消耗品。下一个啊。宿命等待啊！皇马打拜仁会以防反为主吗？100%的啊！客场，感谢霍尔利特送的跑车啊！感谢飞机送的飞机啊！感谢霍总送的跑车，感谢飞机送的飞机啊！感谢哥俩啊！感谢霍总啊！祝你的这个跑车这个不会出现像我的 A7 一样的问题。哎，感谢飞机的你的飞机啊！感谢飞机的飞机。啊，飞机，你肯定知道。等我下播告诉你，在这个，你肯定知道。飞机啊，等我下播告诉你啊。下一个啊，感谢飞机啊，感谢飞机。这个宿命等待送你呢啊，皇马打拜仁。送的飞机，我没说他这个人。送的飞机啊，他送的飞机就是他送的，不是说他这个飞机这个人，飞机送的飞机就是那种小飞机，对，很帅的飞机啊，很帅的飞机啊。这个皇马打拜仁，他客场嘛，肯定是以防反为主啊，肯定是以防反为主。你不是 A7 是烂 A7L， 搞清楚这玩意儿嘛？你这玩意儿刷这个弹幕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你要说对，不然人家就要喷你啊，就不是一样东西。你要说不要跟我的 A7L 一样。就是他们就是有些就是感觉是买 A7L， 他看见开 A7L 他就说你丢人，这有什么可丢人的？这 A7 和 A7L 有什么区别吗？都是车，一个50万，一个68万，是吧？哎，无语。你们要的黄美图在面前持。如果明年你去老特拉福德遇到了伊布，他要是欺负你，你怎么办？敢还手吗？我上一个大兜啊，这还用讲吗？太老几啊，威武不能屈，是吧？因为这是他算老几，我要是去这个叫做这老特拉福德，他虽然1.9米，他要是上来无缘无故给我头皮，我上一个大兜啊，我去，我不得跟他 PK 一下？你算老几？你凭什么抽我啊？那100%的呀，这还用讲啊？啊，下一个啊，凯文特拉维斯送3面池啊，凯文帕拉劳斯送3面池。哦，打不过就不上了啊，就是你在外边啊，有一个人无缘无故上来给你个头皮，给你一个巴掌啊，你觉得他又高又壮，你就怂了啊，给人道个歉，对不起，转身走了。就你跟这个东西没关系啊，他虽然高吧，他再高，我们跳起来，我跳起来一巴掌，我跳起来是够得到的吧？啊，我跳起来够得到吧，兄弟们，我就这么讲吧，我就坐着，我跳起来我也够得到呀。下一个下一个这个黑带那玩意儿真有用啊！我以前还练武术呢，我以前练刀的，知道吗？真的。我也红带，你红带是吧？那玩意儿有用啊，那玩意儿有用啊！真打那玩意儿，这唬人的，是骗人的。赶紧双方就送他们家背，真有用，什么散打、柔道是有用的，那玩意儿有用。我小时候练武术呢，叭练武术。你下一个，你打一个给大家看看。忘了有没有练过武术的？以前我们叫那个叫规定拳，他一听我说这个名字，基本上估计心里就清楚我练过，小时候练的啊。规定拳啊，规定拳应该叫规定拳。
下一个啊，凯文特拉维斯送3枚电池，其下赛季姆巴佩去皇马，3个左路爆点肯定要走一个，罗德里戈来我场替马丁内利咋样？能买到肯定好，罗德里戈很好，但是呢不会卖的，皇马不会卖的，夏天也不会卖的，因为维尼斯也能踢中锋，罗德里戈可以踢右边锋，姆巴佩可以踢左边锋，姆巴佩可以跟维尼斯轮换转换。皇马现在是有共存之道了，恩德里克和维尼修斯可在中路轮换，姆巴佩也可在中路轮换，罗德里戈可以去右路，巴尔韦都可以收进来。我估计是买不到，但罗德里戈如果能去你场代替马丁内利，我觉得很好。罗德里戈有创造力啊。朱贝林是巧克力甜心送礼囊啊，规定权。萨拉赫这赛季还有希望卖1亿加吗？据说沙特报价1.5亿啊，据说是这样的，说好像愿意卖。如果利普愿意卖出的话，我觉得还是能谈到1个亿的吧。啊，还是能谈到1个亿的，1个亿镑啊。我觉得有可能性啊，1个亿镑，现在是说是这么回事，就说1个亿1.5亿是上个赛季价，这个赛季说是沙特还愿意买，还是这个价啊，但是可能要往下谈一谈啊，往下谈一谈。反正我玩 FM 每一个档里边，罗德里戈都去曼城，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FM 的这个什么做的这个系统的人是恶趣味，就每一次玩这个游戏，这个罗德里戈必须曼城。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恶趣味啊。手180度3面池，皇马为什么打弱队这么吃力，打强队跟打了鸡血一样？因为皇马这个球队上限很高，但他那个球队现如今其实保下限的能力，其实他现在这个就皇马这个队伍现在其实他的这个阵容是有缺点的，他没中锋，是吧？没中锋导致呢他在这个包括他的边后卫、中后卫的轮换也不够，导致他在进攻的时候呢，其实有麻烦。他的破密集防守能力其实不是很强，但是呢，他毕竟上限在这儿，他韧性足，球队的豪门底蕴在，而且呢，皇马看小卡拉米的时候，他跟你的心态不一样的，心态不对等。但他打强队的时候呢，他有一种搏你的心态，那就不一样了啊，搏你的心态不一样啊。下一个啊，这个你们让好美送3枚电池，他往你脸上吐痰怎么办？我也往他脸上吐啊，他这么吐，我这么吐。对吧？我可以躲呀，你玩过这个游戏吗？超级玛丽，我可以躲呀，我左跳右跳，我让啊，对不对？你们没说一个高个子的图，你照这图他1步啊，1.9米吧，啊1步。不要脸红，什么脸？没脸红，我是搞笑的。你想是不是？如果说你们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吗？就是在厕所里洗澡的时候，嘴里面含口水对天上喷，没玩过吗？多练练不就行了吗？你没玩过吗？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在嘴里面弄个水，然后噗不四处喷。什么正常人会这样吗？我经常这么玩，就嘴里面含口水，就漱嘴的时候，然后洗澡一边刷牙一边漱嘴，然后就这样噗对吧？四处喷。大家这样啊，但大部分人都玩过呀，大部分人都玩过。对吧？这打出来，大家玩过吗？洗澡的时候给他练。实话说，大部分人应该都玩过吧？就洗澡的时候，对不对？你在嘴里面就是你漱口，然后这样扫射，没玩过吗？对不对？你没玩过吗？这问题我觉得肯定大部分人都要玩的吧，男人嘛。都说没有。对吧？拿着这个嘴里面含口水，然后就扫射。下一个下一个都假的装的啊，正常人都是现在就搁这演啊。下一个这个菲菲莱万金球奖要补上了吗？怎么补啊？吓死我了！还能补上呢？我去，真假的？补不了吧？应该没有吧？应该补不了的补不了，不知道。如果能补的话也行。2020年确实是他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啊，如果能补的话，那一年确实是他如果能补的话猫都不养猫，曼联的战术应该是防反不是一直蒙一脚吗？曼联是高位压迫，曼联这个队伍主打就是一个不怂，不管是打曼城打利物浦绝不蹲坑，对吧？有些时候呢那不是曼联，他刚开始我感觉他战术除非说是你看打利物浦在主场你没蹲坑，打曼城嘛是不蹲不行，因为呢你没球权只能蹲。对吧？但是打利物浦没蹲坑嘛，主场连续2场给你对攻，不一场2-2，一场4-3嘛，对吧？你客场嘛，肯定战术上是要进行一定的这个叫做让步的。猫都没养猫，骑术别叫，照你这么说，我仨全队都有消息要卖，
本来就是啊，你巴萨就是这样的呀，全队都要卖，这不是公开的消息吗？给钱就卖，除了亚马尔，现在好像只有亚马尔一个非卖品，加维好像也是非卖品啊。然后亚马尔、加维，据说佩德里都有可能要出售的，德容、阿劳霍，不一直都想卖吗？这是现如今你这消息，而且我觉得巴萨卖这个做法是对的，知道吗？你看当时我给巴萨怎么建议，休克疗法，也不是休克疗法吧，啊，就是叫做孤注一掷啊，就是一股脑子这些人全卖掉，啊，弄个3-4个亿回来，2-3个亿回来，是吧？我以球队的年轻人为主进行培养，再从底下提拔一部分上来，对吧？然后呢，再买点边角料啊，好好撑这个每年争个4啊，然后等个2-3年、3-5年的，等这批人成型，是吧？啊，然后再争欧冠啊，这个是最简单的重建方法啊。目前来看啊，巴萨就之前想保成绩拿奖金，然后去度过财政危机这个法子不好使，因为你现在没什么操作空间了呀。你这帮人现在组这个球队拿不了冠军，对吧？你想，你明年能拿那个，你明年你能拿那个叫做，明年你能拿那个西甲冠军吗？明年皇马那么强，对吧？欧冠冠军你也很难竞争，就是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补强阵容就难呀。啊，所以说把他们全卖了，啪弄点小年轻啊，弄点这个拉玛西亚人重新培养，每年争个4，是吧？哎，这样的话反而我觉得更容易复兴啊。下一个啊，等一下吧，送礼囊啊！11级登牌了，混个脸熟，皇马加油！好。11级登牌了，红色是吧？啊，11级登牌了，这个都是老兄弟了啊。这本来你不用混眼熟，我也跟你也熟啊。4.51送你呢，51了，其评价下24年进步退步前5的球员。24年进步幅度最大的球员，厄德高进步幅度特别大啊，进步幅度特别大啊，厄德高。这个球员进步幅度特别大啊，维尔茨进步幅度特别大啊，厄德高、维尔茨，然后这个厄德高、维尔茨，皇马没什么进，皇马的球员，你看西甲那边球员呢，亚马尔是吧？亚马尔，西甲有亚马尔，然后帕尔默4个。奥纳纳不能算是24年，奥纳纳是这个在国际米兰就行啊，他只是说回到巅峰状态了呀。现在就还有一个人呢，我们现在这个英超这边厄德高，然后德甲是维尔茨啊，西甲呢是啊，然后英超这边厄德高、帕尔默，然后维尔茨，然后西甲那边是亚马尔是吧？亚马尔还有第5个人啊，第5人呢我们就从别的联赛选一个吧，对吧？不能说全选英超，虽然我觉得福登、科比进步都很大。但是我觉得不能全从这选，包括赖斯啊，你老选英超的也不好啊，从别的联赛选一个啊，德甲有个维尔茨啊，法甲没什么进步的啊，意甲呢，今年啊硬讲的话，我觉得德凯特拉雷其实是有进步啊，比去年好多了。那如果说你从豪门中选，国际米兰今年呢中规中矩吧，图拉姆这个也是免签来的，不能说人进步是吧？不能说人进步，对，还有一个法甲有个维利尼亚。那意甲就算了，意甲德凯特拉雷呢也不够挡 ，AC 米兰球员呢今年状态也一般啊，弗拉霍维奇赛季末也不太行，法甲维利尼亚吧啊，维利尼亚大概这么多人，伊尔迪兹属于是神兵天将，不算进步啊，伊尔迪兹。然后5个退步最明显的球员，今年退步幅度比较大的，卡塞米罗、瓦拉内、萨拉赫。啊，这3个人首先退步幅度很明显啊，因为年龄在这儿了。然后，莱万啊，还有拉什福德，全是曼联的是吧？什么意思吧？有瓦拉内、卡塞米罗再拉什福德是吧？那我再给你点芒特。对吧？你再选一中卫，你再选一马拉西亚，有7活。
熄火了，你们完事儿了吗？那还有别的什么事儿？那曼城不得吃醋吗？那我们就不止5个啊，不止5个，我们好好选啊，不止5个，我们多选几个退步比较大的啊。卡塞米罗啊，今年严重受限，还是很强，但是跟去年相比，卡塞米罗去年可以说是世一竞争者，我觉得仅次于罗德里，但是今年呢，下滑确实有的。卡塞米罗，然后瓦拉内是吧？瓦拉内下滑有的，然后这个未老先衰瓦拉内，然后剩下的拉什福德啊，拉什福德是有的，退步也很明显。金琴科啊，热苏斯是吧？曼城这边呢，我觉得科瓦契奇不算退步吧，确实也老了，科瓦契奇去年也一般。曼城这边沃克今年也有名场面是吧？曼城这边硬选的话，我觉得鲁本迪亚斯吧，今年相对于去年啊，曼城相对于去年啊，鲁本迪亚斯，利物浦的萨拉赫啊，切尔西的斯特林，然后尤文图斯呢，我觉得没什么，尤文图斯今年踢的还行，我感觉还行啊。国际米兰没什么退步的，国际米兰也还可以。然后这个那不勒斯、奥斯梅恩、科瓦拉特利亚这两个退步幅度很明显啊。拜仁慕尼黑、金明哉啊，金明哉又退步，亚洲杯之后入魔了啊，金明哉。然后这个萨内呢，欧冠踢的还行啊，萨内啊，还有金琴科，阿森纳金琴科，皇家马德里退步的，皇马球员嘛，退步没什么退步的，我去，皇马球员就是挺牛逼的，退步都滚了。皇马退步是不是都被卖了？退步都滚了啊！皇马没什么退步的。巴萨莱万啊，巴萨莱万，法甲，巴黎圣日耳曼有个俱乐部啊，最骚有骚在他就。你不知道是不是退步？穆阿尼是退步还是不用呢？啊，穆阿尼是吧？啊，硬讲的话，穆阿尼，其他也没什么了，阿拉巴其实前年就一般，阿拉巴啊，莫德里奇那是体能不行，但是莫德里奇上场还真是有用的，你不能说他退步啊，莫德里奇啊，孙兴敏嘛，凯恩在那年也不咋地啊，他这一年退步了。法甲你还知道除了塔之外的球员吗？知道呀，法甲。那叫什么拉卡泽特、优素乌夫瓦纳，然后这个好像那是不都在法甲吗？法甲比赛我也看的，巴黎圣日耳曼比赛还是看的啊。贡萨拉姆斯一直都一般啊。下一个啊，左右为难，于心不忍送你呢。其利物浦要来的新光头和曼联的光头哪个厉害？哼。曼联的光头厉害，如果再看荷甲战绩的话，斯洛特不如滕哈格。如果看荷甲战绩的话啊，利物浦球迷，斯洛特不如滕哈格。但是呢，据说是战术层面上很强啊，但是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预算，阿贾克斯可能预算多一点，对，预算不一样啊，费耶诺的预算少一点啊，买人少一点，明年有意思了。荷甲我感觉啊，我说实话啊，什么苏格兰冠军啊，荷兰冠军啊，什么这个 K 联赛冠军、G 联赛冠军、葡超冠军啊，含金量啊和竞争力度啊，跟你到英超啊，这5大联赛啊，意甲、西甲不一样。就是你带国家队带的好，或者你带这个俱乐部其他联赛带的好，跟你到5大联赛真不一样啊！压力啊，你会受到的更衣室压力啊，对吧？你遭到的这个竞争都不一样，竞争机制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这个非豪门主帅啊，踏上豪门第一站能否成功真的很重要啊，难度挺大。下一个啊，这个当今足坛谁最适合接班克罗斯？维尔茨怎么样？维尔茨跟克罗斯啊完全两码事儿。维尔茨很好，但是维尔茨是偏前腰偏19，维尔茨啊，他绝对不是这个克罗斯这个位置，他呢很好的一个19球员就是19号半啊这么一个球员。那么克罗斯，皇马如果说找克罗斯接班人，
我首推巴萨德容。我操，德容真好。假设德容接克罗斯配上楚阿梅尼，前面弄一贝林厄姆，左边来一基连姆巴佩，前面维尼修斯、罗德里戈、恩德里克，我不知道这比赛怎么输。除了德容之外，是吧？啊，除了德容之外啊，德容是不可能的嘛啊！除了德容之外啊，市场上就是恩佐啊，就是在这个组织型球员上面。但恩佐呢，我觉得啊，现在没进步，皇马不一定能瞅上，知道吧？那么除了恩佐之外啊，接替克罗斯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不一定非要找一个真纯组织型的，你可以找一个有6号位有组织型的。举个例子，赖斯。哎，赖斯，德容禁区弧顶漏，那他是在巴萨踢6啊，他去踢4，你那边6号位不就是楚阿梅尼保护禁区了吗？对吧？啊，赖斯，哎，赖斯打楚阿梅尼，2个6，2个4，很好啊。而且呢，赖斯一买走，对吧？我们压力小一点啊。国际米兰的巴雷拉呢也偏前场，他剩下2个年龄大了啊。阿森纳要是放人，我吃。下一个啊，这个无言，今年金球奖谁更看重欧冠还是欧洲杯呢？今年你看欧冠这个含金量，就是我觉得啊，今年皇马拿了欧冠冠军，贝林厄姆还是悬，但是如果姆巴佩拿了欧冠冠军，我感觉就够了。就是欧冠你看谁拿，你因为呢皇马拿欧冠冠军呢，普遍人都会觉得皇马牛逼。但是呢，如果姆巴佩带巴黎真拿了队史第1座欧冠冠军，我觉得啊，大部分投票人，他的人性会觉得哦，姆巴佩牛逼，是吧？所以说姆巴佩跟巴黎拿呢，他这个他这2个人拿着就是2种不同的概念啊。姆巴佩拿呢，他是队史第1个，姆巴佩的这个含金量还一下拔上去了。但是呢，皇马拿了的话，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哦，皇马厉害，是吧？皇马厉害，那可能还需要英格兰队在欧洲杯再往前走一走。那么假设皇马拿了欧冠冠军，法国队拿了欧洲杯冠军，我觉得还是姆巴佩。但如果说巴黎拿了欧冠冠军，英格兰拿了欧洲杯冠军，那可能是姆巴佩和凯恩之间竞争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这个投票啊，这个金球奖啊，它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啊，投票的人是人投出来的，人都是有主观意识的啊。大部分人心中呢，都觉得姆巴佩够资格拿金球奖了，都觉得贝林厄姆还欠一些火候。有1讲1，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除了皇马球迷，你除了姆巴佩球迷和皇马球迷，你先不发言。就作为中立球迷啊，你不是跟着来没关系的，对吧？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啊，姆巴佩拿个金球奖有火候了，到着火候了啊，觉得这个贝林厄姆还差这么点劲儿，还差这么点劲儿啊。所以说呢，今年我觉得姆巴佩只要成绩上说得过去啊，我估计今年姆巴佩啊，大概率就机会还大一些。其次就是凯恩了，其次就凯恩。凯恩其实今年如果能拿欧冠冠军，再加一欧洲杯，凯恩这个差不多这个劲儿也到了。那劲儿也到了，因为凯恩数据太牛逼了。凯恩今年42场42球10助啊，他这个数据太牛逼了。而且这个金球奖的意义也很大，因为呢，除去凯恩之外啊，95年之后的第1座金球奖就有可能在今年产生。就95后第1年金球奖就有可能在今年产生啊，95后。那么谁拿了这个第1个欧金球奖，他可能就是新一代领军人物啊。所以说这个金球奖还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90后啊，90后。下一个啊，姆巴佩都算00后了，姆巴佩应该算准00后。突然就搜你了啊，其恩德里克是继大罗之后真正的巴西9号吗？现在吹早了点，恩德里克，再等等看吧。等他到皇马，在巴西踢得很好啊，美洲杯什么的，是这个跟那个乌拉圭啊，跟那个什么哪个队踢来着？是巴拉圭、乌拉圭还是阿根廷的时候踢的？恩德里克踢得很好，但是还是得再看看他在皇马的表现。现在吹得太早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没登陆5大联赛之前啊，吹再牛逼都是假的，还需要在5大联赛再证明自己啊！踢英格兰是吧？啊，踢英格兰队，踢英格兰。山村野人哈兰德，我面试被反杀，差0.4分，热了，继续加油呗。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错过，有的时候你会庆幸的，知道吧？
啊，比如说你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啊，这个女孩没同意啊，没跟你在一起，然后过了2年，你发现她好作，对吧？你反而你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啊，你女朋友对你百般呵护，对吧？千般宠爱，你与她恩爱，非常恩爱，对吧？你岗位也是一样嘛，啊，面试也是一样，错过了不一定错过了啊，不一定这个错过了不一定代表着你这个就以后再来嘛，啊。下一个，关于男足300电池，其怎么看最新新闻？朗尼克得到了拜仁高层全力支持，特别的是马上要打半决赛，怎么评价？最新新闻，朗尼克得到了拜仁高层全力支持，特别是马上要打半决赛，怎么评价？拜仁这个高层啊，确实抽象啊。我前天看到那个郝内斯啊，再次接受采访，他重申自己他重申了一下，他坚持自己对图赫尔的批评。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吧。我个人理解啊，是不是有点在决赛之前老提这个事儿干嘛呢？就是我这个事儿就是问，就是跟这个拜仁球迷就是不太能理解啊，是吧？马上打半决赛了，欧冠已经进4强了，你这完比赛之前老提这个什么跟这个什么图赫尔这种，包括这个关键主教练啊、谈主教练啊，包括这些东西，你不扰乱军心吗？啊。真是不太能理解啊！我对这拜仁，不过拜仁有一个叫拜仁好莱坞嘛，他们人弄点事儿也行。哎，艾维硬送你呢，主播怎么看对英超工资帽可行性投票可行吗？肯定对豪门来讲，最想砸钱的消息不好啊。对曼城、曼联这种想在欧冠，就曼联这老板刚想挥舞大棒，对吧？来一个这个欧冠冠军的这个重振曼联，对于曼城来讲，对吧？还准备继续统治欧洲。啊，你对于这个创造这个超级豪门，你对于这些球队来讲肯定不好啊。但你对什么利物浦啊这样球队，这利物浦都高兴坏了，嘿嘿，利物浦都嘿工资帽不投钱不怪我了吧，对吧？哎，妈氛围妈说哎游艇一坐，哎对吧？小盐一叼，哎嘿，啊对吧？那切尔西投的是反对票，切尔西是弃权嘛，切尔西是弃权。啊，那你像这个阿森纳，阿森纳的工资薪资呢本来就比较健康的，阿森纳这个老板的不是那种就是很杂的，对吧？那本来就比较健康啊。热刺嘛一直是抠搜的很啊，所以说你对于那种想在欧洲豪门啊，可能去力求欧冠、欧洲顶级，肯定就是要稍微困难一些啊。下一个啊，丁凯文聊聊阿扎尔，感觉性格很好，过人被放倒，多次不弃。我跟你讲，阿扎尔就是不够卷。好胜心不够强，在皇马没混出来。阿扎尔就是这个人啊，有些时候呢，作为一个竞争者，特别是锋线球员，你看啊，基本上脾气都不好。哎，这不是脾气不好，他都有很强的好胜心，在场上都很好斗啊，就是说我过不了你是吧，就过你，哎，我就弄你啊。更衣室也是那种对吧，上天入地是吧，唯我独尊是那种感觉啊。所以说，阿扎尔就是他就是太友好，我觉得阿扎尔真的很友善，要不然你想想啊。阿扎尔能在比利时镇住场子，证明他这个人情商确实高。比利时能在德布劳内和库尔图瓦中间斡旋的人，什么概念？你能吗？我去，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不会有人比他做的还好了。就能够在德布劳内和库尔图瓦面前斡旋的，他们在中间斡旋，你这玩意儿压力有多大，对吧？他左边跟库尔图瓦得冲心倒地，右边还得跟德布劳内关系不错。是吧？两边一碗水端平，这就挺难的啊，这个挺难的。卢卡库跟这个库尔图瓦两人之间关系干起来了，还有一卢卡库，是吧？所以说我是觉得阿扎尔他虽然呢退役之后呢说这些话挺爆的啊，什么在皇马的时候我只能说 C 罗是最好，但是呢我现在离开了，我觉得梅西更好，就这种话啊，他说出来或者确实挺爆炸的啊。他说我觉得梅西比我强，但是不觉得 C 罗比我强。但是呢，他退役之后这些言论呢，确实挺抽象，也挺爆炸。但是呢，在对更衣室，你看还有皇马那么多年没踢球，也没闹出什么大矛盾啊，证明他这个人呢，还是这个比较洒脱的啊，比较洒脱。下一个啊，苏弟子送你呢，每10%进球 ，C 罗 FMVP 加金靴，多大概率拿？如果葡萄牙欧洲杯夺冠了，在我心中 ，C 罗就是金球奖。如果葡萄牙欧洲杯夺冠，什么欧冠什么东西，在我面前都是浮云，好吧 ？C 罗成长挺满，欧洲杯夺冠，金靴加 FMVP，在我心中他是金球奖，他是金球奖啊。要是没上呢，那就两难了。你要是打替补呢，我觉得金球奖就
我这边就我觉得有困难啊。如果说 C 罗全场都是替补，一场上20-30分钟是吧？然后拿个冠军，那图不了他啊，图不了他啊。如果说全场踢满，那个金靴是吧 ？FIP 决赛进2个球，金球奖，但是可能性啊有点大，不太大，看看吧，看能不能报一下，也不好说，对吧？说不定那个阶段突然脚下来赶了，对吧？头就跟脚踢呢，也不好讲。凯恩不拿冠军不改名。其我喜欢人品好的球员，马奎、凯恩解说嘲讽马奎。其我喜欢人品好的球员，马奎、凯恩解说嘲讽马奎。人品好的球员啊，就是你觉得这两个人没什么坏事，挺好的呀。我也挺喜欢人品好的球员。人品好嘛，最起码这个人感觉看着他面善嘛。连沃克现在吸多少黑子？沃克的正宫警告他的这个贵妃，告诉他不要去德国看欧洲杯，以免影响沃克的状态。牛不牛逼？啊，服不服气？服不服气？服不服气？啊，服不服气？啊，现在就有一个，但这是不知道，现在就有一个哥们儿有一个地儿啊，找我在欧洲杯期间主持节目啊，就是说这些场外的这些东西，他当时，但是现在在聊，不知道能不能行啊，价格上面可能还有点分歧，啊，就是就在说，我当时就讲到这个事儿，我是类似于这样的，他说对，你看爆炸啊，伟大啊，牛逼，出奇性变位，下一个啊。这个内湾贡萨瓦拉莫斯越踢越好，有点卡大佐的影子。贡萨拉莫斯反正不是神锋，能用，那不是神锋，能使边角料前锋，大号基鲁，达到卡瓦尼不太可能，卡瓦尼能踢前腰啊，贡萨拉莫斯到不了啊，贡萨拉莫斯到不了啊。下一个虎妞送技能，南瓜姐姐有没有足球俱乐部主队或喜欢的？他喜欢贝林厄姆，现在爱上了皇马。他说他从今天开始是什么皇马球迷了啊！我昨天刚刚就教他讲过这个皇马的标语，就是什么叫做 "Come on CD"。我说这就是皇马的这个助威语。以后你告诉别人你是皇马球迷，喜欢贝林厄姆，人家然后给他来一句 "Come on CD"， 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叫做皇马球迷。他说哦这样啊，对，这上刚教过他啊，现在就因为贝林厄姆嘛啊，所以说喜欢了皇马啊，喜欢皇马现在啊。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叫做这个C 穆安送技能啊，帅气。人民今晚有点紧张了，今晚解说吗？解说啊，不要紧张啊，到了4强怎么可紧张呢？打赢了就行了，输了就输了啊。我这个欧冠我到时候2点45开播，今天晚上啊，今天凌晨跟那个官方也说过了，2点45啊。下一个退档鼓演奏家，下赛季英超工资帽是真的吗？对赛季有何影响？现在还在商议吧。如果说英超工资帽真是实施了，如果说是就是他实施之后他不给你缓冲，不是说3年4年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上来英超工资帽直接实施，没达标的全部必须强制你达标，那就完蛋了。那像曼联曼城就得崩盘，那就得卖人。如果说3年4年5年，哎，你让你们慢慢达标，那可以，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影响很大啊？如果他的工资帽或者涉嫌涉及奢侈税，对吧？如果说他现在讲了。就工资帽啊，我必须按稳定在这个阶段，没超过第1年必须马上给我卖掉，不然我罚你分罚你钱。那么曼联跟曼城就得亏本卖球员，高薪就得这个推本卖球员。那你这个问题你处理不好的话，你就马上竞争力就下去了啊！你曼联的显性工资高嘛？曼联的显性工资高，曼城的隐性工资高。哎，曼彻斯特都搞不定英足总嘛？咱哥俩加起来弄不了他，妈弄什么工资帽？咱哥俩加起来弄不了他们，再给我干啊！再干啊！干，把你们律师救不用。下一个啊，C亚七哥评价一下19年阿贾克斯，我齐耶克的粉丝。19年阿贾克斯是那支青年军是吧？啊，有这个，当时应该是有德里赫特是吧？德里赫特当时号称是世一位，巴萨和尤文在抢，当时后来去了尤文啊，德容是吧？滕贾军、德容，然后这个齐耶赫，哎，青春风暴，对吧？现在看呢，确实都是很好的球员，
现在看的话，在当时那批人呢，打的确实也不错啊，滕哈格的成名之战。但是呢，现如今呢，总是有异味了。如果说滕哈格没来曼联，我会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但是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就跟你讲，就这个异味就很重，因为你们这些球员来到曼联都不太行啊。就现在就问我，就这味道就有点重的。哎，齐耶赫这个球员是顶级鸟料啊！齐耶赫当时如果能去巴黎就好了。当时如果说能去巴黎的话，内马尔受伤的情况下，边路是有人用的，可惜了啊！齐耶赫梦碎巴黎。天野之秋送3面值，南瓜可以唱黑距离，又是橙皮又是贝利刃皮，橙皮背心。我估计啊，我感觉啊，南瓜连曼城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估计呢，他呢到目前为止可能分出个，他知道个曼联啊。因为他那个一说去，我但是说了明年去曼彻斯特，他呢估计能知道个曼联，因为我天天说，他曼城估计他现在是什么他现在都弄明白。但是你刚才来句康茂 C 他是记得住的，贝林厄姆记得住的，皇马记得住的。我估摸着他不干球，纯球盲啊，但他会唱那个歌，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边又开始下着雨。下一个这个烂脚气送给你呢，齐胜5-1回不去徐州，能代替我吃顿烧烤吗？没毛病，兄弟啊，绝对代替你吃一顿啊，烂脚气啊，烧烤5-1吃不上，得等下一次了啊，烧烤这个5-1吃不上，5-1人太多了，今天晚上看能吃上吗？今天晚上估计可以。5-1徐州我去太多人了，我都不出门，吓人！我的天呐，吓人！这边停不了车啊，太吓人了。下一个啊，不让我们送你呢，其梅努和霍伦有机会成为超巨吗？霍伊伦德啊，悬了。科比的是有机会的，科比呢，现在跑动呢稍微有些减少，但是呢，组织进攻和进攻能力可以。霍伊伦德，就霍伊伦今天解说啊，2.45，霍伊伦就是看他这个踢球啊，感觉就笨啊，我去，这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吧？就你看全肉。啊，就感觉他，不聪明，CK 的，其实为什么看好伊尔迪兹？他应该怎么发展？伊尔迪兹很灵啊，也有可能是你尤文图斯的那帮球员被阿莱格里用的太废了，伊尔迪兹在里边显得可以。他未来发展嘛，他就往边路核心发展嘛，很好的一个边路核心选手啊，有灵性啊，对吧？很灵，很有这个感觉啊，在边路拿球，对吧？在一举一动之间啊，充满着这个叫做这个想法。这样的球员我都比较喜欢的，聪明啊，伊尔迪兹，他应该怎么发展就往边路核心发展呗。利物浦财务总监姆巴佩送你呢，其大小儿子阿劳霍，二儿子尤苏夫法纳，三儿子呢，尤苏夫法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比较看好他，但是我从来没说他是我这个二儿，对吧？大阿劳霍我认的，之前呢二儿嘛姆巴佩，但是姆巴佩现在已经升职为爹字辈了，姆巴佩升级了，现在是这个爹字辈啊，就是叫做爹字辈啊，一爹姆巴佩了。啊，他现在已经升级了，二儿索罗斯雷伊吧，三儿科比梅努啊。下一个爱吃炸酱面的迟迟送给你呢，啊。其我人在挪威很想家，帮我吃顿把子肉好，但是我不吃把子肉，兄弟，太肥了，我喜欢吃黄花菜，我下次帮你吃个黄花菜好吗？啊，等那个休赛期的时候，我去健身，给你拍健身 vlog 啊，我正好我最近好细。啊，太细了！等到休赛期的时候，我就办个24小时健身房啊，夜里去练，人少的时候啊，拍什么健身vlog，再拍什么饮食什么的，看看我练一练。我不太吃这个，我不太吃这个叫做那什么，把子肉太肥了，吃不下肥肉。SSGV 怎么看董路的足球小将？非常好啊，非常好，有热度，有这个流量，有技术。有含金量，有比赛，又年轻，为什么不好呢？你不能看着就有量就眼红呀，人家在做事儿，又去米兰了嘛，啊，挺好的。下一个欧总送你呢，阿方会不会直接穿皇马球衣，直接12打10？不可能。
越是想去皇马，越得打爆皇马。啊，对于姆巴佩来讲也是一样的，对吧？越是想去皇马，越是想去皇马，越得打爆皇马。EMM， 英法欧洲杯扑街，雄欧冠加美洲杯可能进球吗？英格兰和法国欧洲杯扑街，维尼修斯欧冠加美洲杯可能进球吗？有机会吧？哎，真有机会。如果说巴黎圣日耳曼没拿冠军，皇马拿了冠军，然后英格兰欧洲杯扑街，维尼修斯欧洲杯冠军加皇马冠军，啊，那么维尼修斯跟贝林厄姆竞争，啊，那维尼修斯跟贝林厄姆竞争，那我估摸着是维尼修斯，啊，估摸着维尼修斯。门将史铁柱送礼呢啊，用现役门将排11个人阵容，352能踢中超吗？肯定踢不了呀！我跟大家讲一遍啊，守门员跟队员是2种不同的训练，守门员训练跟队员见不了面的。守门员训练自己练，队员训练自己练。守门员是不练那些传控什么都不练，他就只有在比赛时候练。你让这守门员最好守门员放在一起，全持球型他也打不了呀。可能只有诺伊尔这样的球员有一定的能力，对吧？啊，肯定不可能。小宁110送3面吃。我是看你玩 FM 才入坑的，买人也是按你说的年轻新人买的，真的好使，挺齐家军。看，总算有我的 FM 玩家来了。我早就告诉所有人，我 FM 的能力和我的这个玩法绝对是最先进、最一流的。很多时候呢，我估计他后台动了手脚，不然我曼联的3线争冠怎么很崩盘呢？等到我们赛季结束，好吧，我们把 FM 和打完，我就不信了，我拿不了个3冠王啊！很好，小玉，感谢你的支持啊，感谢你的支持啊！我们就要让梦想照进现实，好吧？等我们带领其他人夺冠的时候啊，赶紧支持啊！你好帅，为啥你的城全是你城周边？你是我卧底吧？曼联不给我记啊！我都说了很多遍了，曼联没有啊！就他没有，你看你这一大堆的曼城的这些周边，什么围巾啊，你包括这些包，都是很明显，人家就包括这个什么凯文德布劳那种手机壳，他就明显就给女生定制的呀。我们没有，他只有一个梦剧场找我吗？他给我寄东西让我发视频，我也不想发视频，带货吧，我哪有档期给他发视频？我每天就光这个赛后情书，包括这个前瞻都够占档期的了，哪有时间一天给他出视频啊？所以说我带货基本上不出视频，就是放橱窗里，我也不带，直播的时候就随便爱买不买，是吧？这个是不是？经常爱买不买所以想呢，他让我们他基本上就没人给我寄啊，曼联在国内只有一个梦剧场是帮他运营的，其他都是盗版。EMM 英法欧洲EM 下一个啊。某联厂什么玩意儿？猫农国什么玩意儿？白色风车送你呢？英超帮记了半决赛，还是德甲帮记，还是姆巴佩帮记？英超帮记了，半决赛是德甲帮记，还是德甲帮记，还是姆巴佩帮记？肯定记一个呀。我觉得巴黎进吧，皇马拜仁不好说，真不好讲。皇马拜仁。因为我呢，如果说我看好一个队，我就会明确告诉你，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拜仁跟皇马不好说，两个队机会有一讲一，皇马大一些，皇马毕竟是先客后主，对吧？但是我觉得都有机会，因为图赫尔是杯赛鬼才，他妈杯赛搞点什么东西不好讲的。郭萨拉姆斯，我欧冠绝杀，助力姆总夺冠，你直播间公开道歉。好，贡萨拉姆斯，你能助姆巴佩夺冠，我向你道歉。FCKU， 我求曼城别补强中场，下赛季想看丁登连线。德布劳内跟福登打中场，你不补强的话，你一个赛季下个赛季还要崩。你这个东西是讲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可以让他们俩连线，但是你中场要补，你需要补一个能跟罗德里打轮换的。能跟德布劳内打轮换的人举个例子你需要补一个帕奎塔，需要补一个吉马良斯就行了。
就行了啊。随行而行送锦囊，巅峰伊涅斯塔和巅峰德布劳内谁更强？巅峰的德布劳内呢，他属于是进攻推进器、边前卫，对吧？但是巅峰伊涅斯塔也是边前卫。有一讲一，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觉得伊涅斯塔强。伊涅斯塔的突破能力还是比德布劳内强一些的啊，原地的突破能力。德布劳内推进可能好一些，但是你看边路的突破啊，1对1能力，伊涅斯塔在我心中比哈维还要强啊。哈维我觉得更多是组织调度、传控，但是你看突破边路爆点，我说他能伊涅斯塔能打边锋啊，我觉得伊涅斯塔好一点。甘纳臭送了锦囊，梁大乔，业余职业中后卫最大差距在哪？如何提高？职业中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后卫，他的第一选择就是他最看重的其实不是盯人，也不是压迫啊，也不是回追，也不是头球。一个好中卫，他第一选他的最好的地方一定是什么？知道吗，兄弟们？我考验一下大家，考考大家啊，一个最好的中卫就是一个极为好的中后卫，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有人说对了，延缓不对啊，延缓不对，延缓是防守的一种啊，选位，对，选位是对的啊，选位是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一个好的中卫呢？最重要是选位呢？因为呢，后防线最厉害的武器不是1对1防守，也不是夹击，后防线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呢？是越位。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啊？就是后防线能限制进攻球员最无敌的武器啊，最作弊的啊，就属于赖的，就是越位。那么如果说你一个中后卫选位好，你只会指条后防线啊，在你作为最后一个人的情况下，你如果把这条后防线往上一推或者往后一弄，你用造越位的方式就能够解决很多的这个危险。那么如果说你的位置选位好，你会就逼迫前锋绕8字给你跑，那前锋他就最起码要多跑2步。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再有着很好的速度，再有着很好的身体，那么你就会占尽优势。你比如说当年我跟意大利的那个国家队一个经国家队的一个后卫对抗，那个后卫叫帕奎塔，我跟他一起踢球，我就玩不过他，为什么呢？他都35、6岁、37、8岁了，头发都秃了啊！帕奎塔的头发都已经秃了啊，就秃了，知道吗？就什么叫秃了，知道吗？就是已经是到那种就是稀疏的几根毛的这个情况下了啊，稀疏的这个几根毛的情况下了啊，这帕奎塔啊，我跟他一起踢球啊，我跟他比赛啊，他永远就让我恶心，就踢的让我恶心啊，就是我只要哦，帕莱塔不叫帕莱塔啊，就是我叫帕莱塔，兄弟们啊，口误啊，就是那个意大利叫帕莱塔啊，他就什么呢？我向前啊，他向回啊，我向回，他向前啊，他永远呢就是牵着我走啊，他作为后卫，永远他的位置就是当他觉得我在前场要喂到他的身后的时候，他马上把阵容前提，他一前提我就得出来，因为我不出来就越位啊，我一出来，马上他一收，他跟我之间就产生距离，球一拿过来，他马上落他脚下啊，所以说选位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选位这个层面上，一个好的中后卫选位才是他职业跟业余之间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啊，你真正牛逼的不用跑啊，但他没有办法啊。解说，好，兄弟们啊，今天我们到这儿了啊，咱这个今天凌晨2点45，欧冠半决赛见啊，晚上见，凌晨见，兄弟们啊，凌晨见 ，see you 啊。